愿意加入清玄峰，师傅受徒儿一拜。扶摇，万万不可！宗主，我心意已决。这孩子，你不会是可怜陆玄吧？他不值得可怜。孩子，你如果加入清玄峰，你就浪费了你的天赋。陆玄只是一个炼气期，还不如一个外门弟子。你拜他为师，纯属胡闹。我身上的秘密太多，若是加入其他圣人门下，一定会被发现。陆玄修为低，根本管不了我。我要的只是一个安静的地方修炼就好了。恭喜宿主收扶摇女帝为徒，正在激活无敌收徒系统，预计时间1个时辰。卧槽！姬扶摇竟然是女帝转世，这一下赚大发了。陆玄，扶摇年幼，不明白其中厉害，他要拜你为师，但是你可以拒绝呀。我拒绝不了，我必须收姬扶摇为徒。宗主，诸位峰主，我心意已决。师傅，我们回清玄峰吧。好。等等，陆峰主，今天无论如何，扶摇都不能拜你为师。他必须拜我为师。陆玄，扶摇是我宗千年不遇的绝世天才，未来他将成为我宗万年基石，这不是儿戏。你的实力自己没点逼数吗？如何教好扶摇？宗主，谁说我教不好？既然如此，我也不为难你了。敢不敢打赌？1个月后是内门比试，如果扶摇不能获得第一，那么你就不再是扶摇的师傅。扶摇加入其他灵峰。别答应，那些真传弟子都是玄黄境之上，我只是大玄王，1个月内我没有绝对把握拿下第一。可以，1个月时间，我让扶摇镇压大道宗年轻一代所有人。很好，陆峰主，既然你这么自信，我再给你增加一些难度如何？我无所谓。这1个月内，扶摇只能使用清玄峰的修炼资源，不得使用大道宗的其他修炼资源。可以，徒弟，我很有信心。你呢？我有些后悔了，这显然是宗主下的套，这陆玄居然傻乎乎的接了，真的气死我了。扶摇，跟我回清玄峰吧。笑死了！姬扶摇虽然是个天才，但我看脑子好像不太好，竟然选一个废物当师傅。你说什么？姬扶摇的怒火本来就已经到了极致，无从发泄，现在直接失控，顿时身上爆发出一种噬心的力量，狂暴的力量流转，恐怖的威压如渊似海，直接向着灰袍弟子倾泻而去。姬扶摇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你这是要杀害同门吗？你的话真多，你也跪下吧。姬扶摇，你要记住，你现在还不是大道宗的正式弟子，今天宗主在此，安敢如此放肆？那你们就都跪下吧。扶摇，好了好了，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吧。这1个月，你先暂时跟着陆玄修炼吧，我们先不干涉，你可满意？还有一件事，你且说说。宗主，我不喜欢以后有人妄议我和我师父。给扶摇和陆峰主道歉，从此以后，任何人不得再妄议陆峰主和扶摇。姬扶摇，陆峰主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了。师父，我们回去吧。扶摇，不要忘记去大道殿领取你的考核奖励和办理入宗报道。好的，宗主。你刚才为什么要答应宗主？你就对我这么自信吗？不是，我对自己很自信，相信我，1个月内我会让你成长为大道宗年轻一代第一人。看着陆玄自信满满的样子，姬扶摇一阵无语，给了陆玄一个精致的大白眼。这1个月，我知道该怎么修炼，但是我也希望你也能想想怎么提升一下自己的修为。师父，怎么徒弟转眼教训起自己来了，搞得好像我才是徒弟似的，这可不行。师父，我先去大道殿领取考核奖励，办理入宗手续了，希望你能开始修炼。好吧。无敌收徒系统已经加载完成，宿主可双倍获得徒弟修为和感悟。徒弟修炼等于我修炼，徒弟感悟等于我感悟，而且是双倍获得，那我岂不是可以躺平了吗？嘿嘿。查看姬扶摇的面板。大徒弟姬扶摇，境界大玄王中期，体质焚天圣体，感悟灵火之道，其他道基受损，神魂受损。现在开始双倍获得姬扶摇的修为和感悟。随着一股无比强劲的灵能涌入了陆玄四肢百骸，如同潮水一般冲击着灵能。陆玄的修为在不断暴涨，最终陆玄的修为稳定在玄黄期。这也太逆天了！现在只有姬扶摇1个徒弟，以后如果收下成千上万的徒弟，岂不是原地起飞了？宿主姓名陆玄，境界玄黄境初期，任何人都无法窥探宿主境界，除非宿主主动展示。徒弟扶摇女帝，感悟灵火之道，
恭喜宿主完成收徒任务，获得收徒大礼包，是否打开？打开。恭喜宿主获得一星大地3时辰体验御姐，只需灵力催动就会踏入一星地境，持续3个时辰。恭喜宿主获得9道单晕的天阶道基丹1枚，服用之后可以马上补全道基的伤势。恭喜宿主获得半只蛟龙肉，玄增界的火蛟龙肉，蕴含海量灵火之力，对于火系修炼者来说是大补，可以提升修为。这可都是好东西啊！到饭点了，准备做饭，正好不知道今天吃什么，就做个红烧蛟龙肉尝尝是啥味道。穆老，一会扶摇来办理入宗手续的时候，入门考核奖励你暂且扣下。1个月之后的内门比试，不仅不能让姬扶摇拿第1，还要把他挤出前10。今天姬扶摇随手镇压一众外门长老，看来他在入门考核中还是保留了实力。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给其他真传弟子开小灶。必须开小灶，似姬扶摇这般天才，绝不能在陆玄的手中埋没。宗主，有时间你去找陆玄推心置腹的聊一聊，若是他愿意放手就好了。好的，穆老，那我先告辞了。扶摇，宗主已经吩咐过我了，这是身份令牌，你可以滴入一滴鲜血，将其认主。这个令牌中会记录着贡献值，同时也是你在大道宗的身份标识。长老，我的入门考核奖励呢？宗主特意交代过了，因为陆封主的赌约，所以这一滴蛟龙血会在1个月之后给你。宗主绝对是故意的，可恶，这事都怪陆玄。陆玄，你要对老娘负责，害我没了1个月的修炼资源，连蛟龙血都被扣下了。咦，陆玄竟然在做饭，修炼者不是应该辟谷吗？怎么会像凡人一样吃饭呢？这是蛟龙肉吗？你哪里搞来的？我知道是哪里来的了。我还没说呢，你怎么就知道了？你这样做，蛟龙肉中蕴含的力量都流失了。哼，简直暴殄天物。那你会做饭吗？我不会，但是我知道如何让它不流失。不多时，2人就开始大快朵颐，吃得满嘴流油。姬扶摇还在边吃边炼化蛟龙蕴含的灵火之力时，陆玄早已躺在躺椅上，悠闲地晒着太阳。触发土地养成任务，3日内让姬扶摇踏入玄黄境，灵火之道大成。任务奖励将按照完成度发放。3天进阶玄黄境，这点时间有些紧凑啊，不过没关系，哪怕堆也要硬生生给爷把境界堆上去。徒弟，把碗筷洗一下，每天记得做饭哦。我堂堂一方女帝，哪里被人这么使唤过？真当我是徒弟了？对了，徒弟，这个丹药你拿去吃吧。这是天阶丹药，道基丹，还是9道丹晕的？师傅，这是极品道基丹，这太贵重了。这有什么贵重的？我这里好东西多的是，拿着便是。你先把碗洗了吧。哼，3天，但是最多做3天饭，洗3天碗。扶摇啊，你现在是大玄王境，但那些真传弟子都是玄宗境。接下来你不能懈怠，从明天开始，一定要抓紧时间修炼。望着陆玄，姬扶摇的眼中出现一丝复杂之色，随即迫不及待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修炼。这枚道基丹不仅在修复我的道基，而且在改善我的身体。这枚道基丹的价值比我想象的更加珍贵，这便宜师傅还算是不错。宿主大徒弟姬扶摇正在修炼，开始同步修为比例，开始同步感悟灵火之道。玄黄境中期了，灵火之道也大圆满了，这简直不要太爽。大徒弟姬扶摇境界大玄王后期大圆满，体质焚天圣体，感悟灵火之道，道基已经补全。活这么努力，等到3日后系统奖励发下来，一定好好奖励他。我是不是眼花了？姬扶摇正在刷锅洗碗，宝宝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陆玄，你给我解释解释。宗主，我要解释什么？你怎么能让扶摇做洗碗刷锅的活呢？你这是在糟蹋扶摇的天赋。我原本以为你会怎么指导扶摇，再不济把你师傅的修炼资源给扶摇，没想到你让姬扶摇做这些琐事。宗主，请不要责怪师傅，我是自愿的。
扶摇，你是说做这些事情是你自愿的？不要告诉我你也跟着陆玄开始吃饭了。对呀，吃了呀。宗主，其实这也是一种修炼。我需要一个解释。宗主，你放心，扶摇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看姬扶摇的样子，根本不像被胁迫的呀。难道做饭洗碗真的可以修炼？宗主，你这次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陆玄啊，你的师尊清玄圣人为大道宗做了很多贡献，他陨落之后，我大道宗自然不会让他的弟子寒心。陆玄，你可知道，如果这一次你没有招收到弟子，我其实已经为你安排好了后路。哦，是吗？本来你要是被逐出大道宗后，我会让长老安排你去凡俗的大玄王朝，去当一个俗世皇帝，你将荣华富贵一生，后宫佳丽3000人，也算是尽享俗世之乐。那感情好啊。算了，这个月就让你瞎折腾吧，别让扶摇多走1个月弯路，让他明白一个好师傅的重要。穆老，姬扶摇居然在清玄峰烧饭洗碗，这陆玄实在太过分了。但是看样子扶摇又是自愿的，竟有此事，这倒是有些蹊跷。我也不知道为何姬扶摇对陆玄这么尊敬。你觉得陆玄有没有可能一直在隐藏自己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说的也是，陆玄等个锤子的教徒弟。也罢，我探查到姬扶摇现在已经是大玄王后期大圆满了。这丫头身上是有秘密的，不过我大道宗从来不惧所谓的秘密。现在扶摇已经是我大道宗的一员，这些秘密我大道宗不仅不会窥探，还会为他守住。恭喜宿主完成徒弟养成任务，奖励已发放，请自行领取。现在可以收第2个徒弟了吗？还没有触发收徒任务。你个狗系统，我真的服了你个老六。2徒弟啊，快到为师碗里来。乖徒弟，到为师这里来一下，给你看个好东西哦。为师送你一部功法，很适合你。师傅，我有修炼功法了。你且先看看再说。焚天诀，6星地阶功法，这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我才拜师3天，为何就送我如此之强功法？师傅，安了，你以后就修炼焚天诀去吧。你知道怎么修炼，为师就不教你了。师傅，若是有修炼上的难题，我可以请教你吗？当然可以了。这个天地异象引起的力量太恐怖了，你们的灵火造诣极深，有没有看出点什么？扶摇年纪轻轻就触摸到了一丝道与势，此等天赋已有准帝之姿。从今天的天地异象来看，扶摇入宗考核的时候绝对藏拙了。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姬扶摇要拜陆玄为师了，他的身上恐怕有一些秘密，他为我们看到。这孩子即使是准帝之资，以我大道宗的底蕴，也不会看在眼里啊。关于扶摇身上的秘密，老祖在入宗考核的时候就已经探查过了，他没有什么问题。何况现在他已经是我大道宗的弟子，已经发下了天道誓言，不会背叛我宗。不错，在我大道宗，不同势力、不同身份的弟子很多，若是一一计较，早就没有我大道宗数个纪元的基业了。扶摇身上的秘密，你们万万不可主动去窥探。我等遵命。扶摇心思缜密，想找个静修之地可以理解，不过陆玄非要收扶摇为徒，这作何解释？完全想不通，他陆玄能教个毛线啊！内门试炼之后，还是让扶摇离开陆玄吧。陆玄一身臭毛病，好吃懒做，我怕影响到扶摇日后的修炼。不错，正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扶摇在陆玄身边多少是会受影响的。玄黄境后期了，不愧是6星地阶功法。接下来该去火渊秘境淬炼残缺的神魂了。师傅在干嘛呢？有点想他了。去火渊秘境之前，先去给师傅做饭吧。这几天修为提升不少，不过修炼速度太快，不要忘记巩固修为根基哦。师傅，我接下来会去火渊秘境巩固修为，淬炼神魂，感悟灵火之力。不错，我大道宗的火渊秘境可以说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。师傅，不好意思，这几天我修炼忘了做饭。问题不大，吃饭固然很重要，但是你修炼也很重要。
师傅果然是个吃货，吃饭居然和修炼排到一起了。师傅，那我去做饭了，陪您吃完就去火渊秘境了。这几天就需要您自己做饭吃了。好，去吧。那是姬扶摇，没想到姬扶摇竟然来火渊秘境了。噔噔，姬扶摇怎么踏入了玄黄境后期？之前不是大玄王吗？这种修炼速度比起我中顶级真传弟子还要快，该死的陆玄不会是给姬扶摇吃丹药堆上去的吧？扶摇，根据火渊秘境的规则，一旦开创新纪录或是破了纪录，火渊秘境中的意志会降下一道灵火淬炼洗礼，这种淬炼对你的肉身、神魂和修为底蕴很有帮助。多谢宗主提醒，我今日就是为了破纪录而来。牛逼！姬扶摇一日内击杀火兽数量突破11347，创下新纪录，赐灵火淬炼洗礼。不愧是引起了大道中共鸣的妖孽，这等表现，即使放在我大道宗历史上也是名列前茅。按照这个进度下去，扶摇很可能要在火渊之中突破玄宗境啊！1个月时间，从大玄王境到玄宗境，这等修炼速度太恐怖了。不行，我得去问问陆玄了，是不是给姬扶摇吃丹药了？不然修炼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？问问吧，若是陆玄硬生生堆修为，我们提前也要有个应对之策。陆玄，你知不知道你的徒弟在火渊秘境中发生了什么？难道出了什么变故吗？不对啊，没有受伤，而且修为和感悟都在持续增加。姬扶摇在火渊秘境之中打破了2个玄黄境纪录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很好，你个仙人板板，是你教出来的吗？跟你有个锤子关系啊！扶摇的修炼速度这么快，你是不是给他吃丹药了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果然是吃丹药堆上去的，该死的陆玄，真特喵的想揍他一顿，屁事不会，这不纯误人子弟吗？宗主，到饭点了，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扶摇走的时候准备了很多天的饭菜，我要忍住，最多再忍你半个月。宗主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哼！宗主这是怎么了？不会这几天来亲戚了吧？脸色怎么像吃了翔一样难看？真是奇怪。穆老，果然如此，陆玄给扶摇吃了丹药，他的修炼速度才这么快。果然不出所料呀！看来我们需要制定一些修炼计划，来为扶摇巩固修为。光靠火渊秘境，扶摇自己折腾远远不够。修炼底蕴乃是根基，一定要打好，绝不能虚浮。等到内门事变之后，你来亲自教导扶摇吧。是，穆老。姬扶摇击杀玄宗境火兽，开创玄黄境纪录，赐灵火淬炼洗礼。姬扶摇灵火造诣破玄黄境纪录，赐灵火淬炼洗礼。姬扶摇这是要逆天吗？又破纪录了！一人独自包揽了玄黄境的所有纪录，还开创了好几个新的纪录。我感应到有人在疯狂杀戮魔火兽一族，没想到竟然是个玄黄境，想要进第2层必须击败我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请让开吧。你这个小娃娃不过是个10几岁的玄黄境，我在此地已经认识了10千年，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狂妄的弟子。是吗？那就当我狂妄一回吧，只能和你 say goodbye 了。不可能，这是什么品阶的公主？数千年来第1个玄黄境弟子可以击杀镇关火兽，现在修为应该踏入了玄宗境初期了。先佑我大道宗如此经验绝绝的妖孽，我宗一定要庇护其完全崛起。还有3日，内门试炼，扶摇终于可以离开那个废物师傅了。姬扶摇的天赋太强了，即使在陆玄这等废物师傅的手下，依然可以这么惊艳。3天后的内门试炼，那是姬扶摇和真传弟子的舞台，我等只能打打酱油吧。正在同步宿主大徒弟姬扶摇的修为和灵火感悟，恭喜宿主修为直接踏入玄宗境后期。这系统的声音听起来简直不要太美了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咦，内门试炼还有2天，怎么提前回来了？我遇到一些瓶颈，2天时间不够，就先回来了。灵火知道吧？师傅，先不说这些了，我给你做饭吧。好的，但是做饭嘛，不要像平常那样有板有眼，应该自然一点。
自然一点。对呀，应做到收放自如，随心而动，随意而行。灵火之道应该人火合一，而不是人去控制灵火。师傅，刚才多谢了，若不是你指点，我也不会顿悟。我啥时候指点了？这都能顿悟？算了，我还是少说话，装高手吧。3000年了，我扶摇女帝又回来了。上一世在扶摇皇朝大危之时，姬扶摇将皇朝的3股强大力量分割，让他们保存住了大部分精力，逃离了那场浩劫。现在他觉得时机成熟，开始联系旧部，开启复仇之路。女帝陛下，是您吗？是我。恭迎女帝陛下归来。恭迎女帝陛下归来。女帝陛下，您还好吗？3000年了，我终于转世成功了。我自行修炼了16年，如今我已经拜入大道宗，踏入了玄宗境。16岁的玄宗境，这是何等修炼天赋？不会是女帝陛下？女帝陛下，您的身体，我们能为您做些什么？你们不必担心了，这些我会解决。过些时日，我会联系你们，你们先去联络一下另外2大势力。遵命。女帝陛下，我……王莽、青烟，这些年你们辛苦了。女帝陛下，我们在飞岩山脉最深处，你若降临飞岩山脉，我们会提前接应。陛下，我马上去联络其他2大势力，看看他们现在情况如何。好，这一世我有信心登上帝境之巅。我的承诺正如3000年前，待我归来，我将重铸扶摇皇朝荣光，崛起于南荒，成为顶级霸主势力。重铸扶摇皇朝荣光，我等愿意为女帝陛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重铸扶摇皇朝荣光，我等愿意为女帝陛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等我归来。除了我们龙卫之外，另外2大势力，我们已经1000年没有联系过了，不知道他们情况如何。你是担心过了3000年，这些人会背叛女帝陛下吗？毕竟3000年了，而且我们的敌人太过强大。敢背叛女帝陛下，那就休怪我王蛮心狠手辣了。欢颜师兄出关了。师兄，姬扶摇师妹破了你在火渊第1层的记录。我也许久没有踏入火渊秘境了，今天我便压制自己的修为至玄黄境，踏入火渊秘境，挑战第1层的镇关火兽。师兄，曾经你在火渊第1层创造的击杀火兽记录被姬扶摇破了，而且姬扶摇一击秒杀了镇关火兽。姬扶摇师妹有点意思，我大道宗又出了一个妖孽，今日我便压制境界至玄黄境，去破击扶摇师妹的记录。柳轩师姐出关了。我听说这段时间有个叫做姬扶摇的绝世天才师妹入宗了，可惜没有拜入我缥缈峰。是呀，她入宗不到1个月，但是破了无数记录。那我也得去火渊秘境看看，破一破记录。一时间，大道宗轰动了，顶级真传弟子纷纷出关，都要踏入火渊秘境开凿，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。姬扶摇让这些真传弟子燃起了战意，看来这一次的内门试炼会十分激烈呀。这么多妖孽出关，这一次扶摇恐怕踏入前20个人案吧。和陆选的赌约我们赢定了，陆选也算是过了一把师傅瘾。这个陆玄两耳不闻风外事，估计什么也不知道。那倒是，陆玄这师傅当的真是一言难尽啊。陆玄，好消息！宗主，有啥好消息？扶摇破了火渊秘境的诸多记录，现在引得众多灵峰的顶级真传弟子出关，都要去破记录。这算个锤子的好消息，准没憋啥好屁。这一次，这些顶级真传弟子也会参加内门试炼，所以扶摇恐怕连前20都进不去了。扶摇肯定是第一，是吗？笑得那么猥琐，等宗门比试后看看还会不会这么师傅，我一定拿到内门试炼第1，绝不让您失望。好嘞，为师可是深信不疑。这一段时间多谢师傅了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师傅还是依旧的低调。且不说功法和丹药，有意无意的指点都已经受益匪浅了。师傅的身上有太多我需要学习的东西了。这丫头又在脑补什么呢？好好休息下，养足精神，明日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眼前这一群老六子欺负不了。然而，我宣布内门试炼正式开始。扶摇师妹，请讨教。
师兄请。Round 1。这就结束了，这家伙不会是来碰瓷的吧？陆玄呢？还没来吗？老套路了，主角不都喜欢搞个压轴闪亮登场吗 ？Everybody， 好久不见！发你个头！马6点，磨磨唧唧的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乖徒弟，不错不错。Round 2。陆玄，你觉得扶摇能撑住几个呼吸？绝对是猴哥派来的逗比，还几个呼吸？这么说吧，扶摇稳。柳轩的幻术很强，即使落凌空都要认真对待。那就拭目以待吧。扶摇师妹，我的幻术你要小心。师妹，我输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又是一招秒。扶摇师妹，你这种天赋还是不要待在清玄峰了，那里只会埋没你。我师傅挺好的，我不会离开我师傅的。陆玄就一个废柴，能教个的呀？看啥看？这就叫魅力，懂不？陆玄，那个赌约到时候可不许耍赖。宗主，你也记住这句。在我的指导下，我徒儿表现这么好，第一已经稳了。特喵的，被他装到了，太气人了。在两人还在打情骂俏之时，一场备受关注的战斗即将开始。姬扶摇对战方言。姬扶摇的表现实在是太惊艳了，他对上的可都是真正的妖孽，但2战全胜，全都是碾呀。方言师兄炼体已经大成，我赌姬扶摇根本无法破开方言师兄的防御。Round 3。师妹，我看了你的战斗，你很强大，我会全力出手。但如果你接不下的话，你一定要提前认输。同样的话还给师兄。师妹，没想到你的攻伐之力竟然如此强大，我不得不祭出我的底牌。全尊境之下无人可破，若是3招你不能破开我的防御，那么你就认输吧。本天局。快把方言送回炼体峰治疗。此时此刻，姬扶摇无疑成了场中最闪耀的存在，而陆玄一脸淡定，仿若都在意料之中。见此一幕，众人心中生出了莫名的怒气，而比赛还远远未结束，鹿死谁手还未可知。姬扶摇，我来战了。师妹，我只出一剑，你若是可以挡住，算我输了。凌空、陆可，扶摇恐怕无法承受那一剑。扶摇，这场你就认输吧。师兄出手吧。卧槽，这家伙这么淡定，难道？为什么？剑修之道，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你的剑诀杀伐之力很强，但你斩出这一剑的时候，并没有生死一剑的执念。原来如此，谢谢你，我输了。见此一幕，场中陷入了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低估了姬扶摇。谁能想到内门试炼竟然成了姬扶摇一个人的师傅，幸不辱命。不错不错，继续努力。宗主宣布内门试炼结果。扶摇获得了第一，但和你的关系不大。放屁！明明就是我教的好。他喵的，不是吃就是睡，你教个毛，完全是躺赢。快宣布吧，你不会是想耍赖吧？扶摇，我们劝你换个师傅吧，你的修炼天赋和实力我们看在眼里。修炼之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，应当循序渐进，而不是吞噬丹药，对境界，消耗自己的天赋。但陆玄用这种方式让你获得第一，就是在害你。这是赤裸裸的污蔑，老子疼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害我的宝贝徒弟？陆玄，你什么资格叫扶摇师妹？你们没有资格评价我的师傅。拜见老祖。扶摇这一次的表现超过了我的预期，做得不错。多谢老祖。宣布内门考核结果吧。可是无妨，让扶摇跟着陆玄修炼，倒也不是不行。我宣布内门试炼结束，第1名清玄峰姬扶摇，第2名剑锋洛凌空，第3名。扶摇啊，你让我想起一个人。老祖这是何意？
灵火之道，姬扶摇，这个名字和数千年前有个人似乎有些关系。那老祖看出些什么？扶摇啊，你不必担心，我大道宗屹立在南荒数个纪元，如果连自己的弟子都保不住，那还谈什么屹立不倒？你如今已经是我大道宗的一员，除了大道宗，你可以有自己的身份，但是在大道宗，你永远是大道宗的弟子。多谢老祖。好了，此事我会提醒宗主的。明日内门试炼前10的弟子，可前往大道殿领取奖励。扶摇，我们回去吧。好的呢，师傅。师傅，明天我可能要接任务去宗外历练。可以，不过万事小心。师傅可能已经猜到了，我身上有一些秘密，等到时机成熟了，我会告诉您的。无妨，按照你的计划行事就行。不过离开之前，我跟你去大道殿走一趟，给你兑换一些宝物，这样你离开宗门也就有了自保之力。多谢师傅。次日，姬扶摇领取完奖励，就第一时间回到住处，开始联系皇朝龙宫。女帝陛下，今天我就会前往黑岩山脉，我看了一下，需要数日路程。女帝陛下，我们已经派人在黑岩山脉外围巡视了。你若是降临，第一时间给我们传音，我们就会接应。还有青城叶家，我们已经联络了，不过他们有个请求，必须看到扶摇令和您的出现，还会立下天道誓言，继续效忠于您。您麾下的另一个势力还没有回应我们，等子监事了，我们会前往那里，亲自去处理这件事情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扶摇，既然你要走了，我们先去大道殿给你兑换一些宝物。多谢师傅。莫老，我想要兑换一些东西。你想兑换什么？御简中自己查看吧。大道经第一卷。师傅不会是为了我兑换的吧？你确定要兑换大道经第一卷吗？800万贡献值，直接扣吧。这个大道经功法御简，只能一个人看，而且月后即焚，法不可经传。这个功法施加了地境印记，修炼者无法将其传给另一个人。好了，扶摇，我们回去吧。陆雪，你的修为呢？我隐藏起来了。你一个炼气期，隐藏修为有个屁用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赶紧滚！乖徒弟，收下吧。你若是参悟了大道经的玄机，未来成就不可估量。师傅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是我徒弟啊。只是仅仅因为我是你的徒弟吗？上一世，她是扶摇皇朝的一方女帝，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。这一世，有一个人这样对她好，一时间，她的眼眶微微湿润。其实去宗外历练一下也挺好的，你去吧，不用管我。师傅，那我先走了，你照顾好自己。去吧，不要忘记修炼哦。师傅放心，我不会落下修炼的。少天杀一场！我的一生难道就废完了吗？触发收徒任务，请宿主前往青城叶家收徒。限时任务：1个月之内将叶家世子叶晨收为2徒弟，收徒后将发放系统奖励。第2个徒弟终于要来了，有没有叶晨的资料？特俗：青城叶家世子，16岁，6年前修为跌落，变成了炼气期3层。叶晨在婴儿时被叶家老祖和柳家老祖指腹为婚，叶晨未婚妻柳如烟。卧槽，这不是妥妥的主角模板吗？嘿嘿，叶晨快到为师碗里来。这个玄宗境女子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子，好久没有碰过女人了。一看就是没有多少历练的经验，来到黑岩山脉这等兄弟，竟然敢一个人来。这个女子身后并没有探查到护道者，可以出手。都出来吧。这位姑娘，黑岩山脉与其死在凶残的灵兽腹中，不如满足一下我们兄弟2人，你觉得如何？你放心，你这种美人我们会很温柔的，不会弄疼你的。姬扶摇一脸厌恶，就要取出圣阶符钻时，突然一道气息。胆敢觊觎女帝陛下，都给我死！王蛮、青烟，你们来了。陛下，我们先回黑岩山脉领地吧。好，回去再说。这些年你们辛苦了。陛下，病危霜，又何妨？您已经归来，我扶摇皇朝就可以卷土重来，重新崛起。
眨眼之间就换了个人。女帝归来，她的执念也在顷刻间消散。回来了，都回来了。女帝陛下，青城叶家这1000年都很低调的发展，可惜他们的潜力有限，一些准帝和半帝已经陨落了。不过叶家现在还是有3尊准帝的。另一个势力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们这段时间发出的召唤竟然没有任何回应。那就继续联络。青城叶家老祖想要亲自见到您，才会立下继续效忠的誓言。好，我先在黑岩山脉修炼一段时间，然后我会亲临青城叶家。女帝陛下，您在大道宗过得怎么样？大道宗和传闻中的一样，超脱于南荒之争。我已经见过一位老祖了，他大概发现了一丝端倪，但他也表明了态度，大道宗不会在意弟子的身份。女帝陛下，我们还需徐徐图之。薛罗殿这3000年崛起太快了，他们早已今非昔比。你们放心，这一世我们会走得更远。陛下，您在大道宗又获得了一些机缘吗？我已经拜入了清玄峰。陛下，那您的师傅是？清玄峰峰主陆玄。陆玄实力如何？可有资格做陛下的师傅？我的师傅，我看不透。以后见我师傅陆玄如见我，不得有半分无礼。遵命。我师傅陆玄比较低调，他在外人眼里是一个废柴，但是他对此毫不介怀。1个月前，我是大玄王境，但是跟着陆玄修炼了1个月，我踏入了玄宗境。你们遇到之后，一定不要失了礼节。众人何曾看到女帝的脸上敬畏和尊重之色，下意识地认为女帝陛下的师傅是个超然物外的强者，更想一睹这位帝师的风采。以后会有机会的。客官，您要吃点啥？招牌牛肉面，记住不要放葱花。好嘞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叶家要出大事了。怎么啦？7天之后就是叶家的家族大会，叶家大长老的儿子叶良辰向叶家世子叶辰发起了挑战。竟有此事！叶辰本是青城的天才，7年前修为突然跌落，到现在都没有恢复，一直是炼气境3层。那叶良辰这几年崛起了，修为已经是大玄王了，这还怎么打？我操！这剧情果然还是熟悉的老套路，有那味儿了。叶良辰要挑战叶辰，根据叶家的族规，世子不能避战。起义后，叶辰将不再是叶家的世子，但这还没有结束。叶辰的未婚妻柳如烟要在起义后的家族大会上来退婚，这才对位嘛！不知道到时候的叶辰会不会来上那句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父亲，我还有时间，7天后的世子挑战，我会赢的。为人父，他也满脸无奈，也很心痛。他不愿意自己的儿子背负如此大的压力。犹豫要不要提起柳如烟退婚的事，似乎感觉到父亲想要说什么。叶辰缓缓开口：父亲，柳如烟要退婚，就让她退吧。7日后的家族大会，柳家带着柳如烟会一起来的。好，很好。父亲，如果7天后的世子挑战我输了，我会离开叶家。晨儿，这是为何？我想外出历练，寻找机缘。我不相信偌大的南荒，竟没有一个人能解决这诡异之力。让叶辰一个炼气境离开叶家，他怎么可能放心的想？但他了解自己儿子的性格，于是只能无奈答应下来。晨儿，无论何时，你都是我的骄傲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提起过你的母亲。现在我便告诉你吧，你的母亲来自南荒霸主机势力药家，她是药家的圣女。什么？眼前这个老六为了偷人，趁着夜黑风高之时，鬼鬼祟祟溜进别人家的院子。我和叶辰果然有缘，知道我来了，给我准备了饭菜，不错不错。你是谁？叶辰，我是大道宗的宗主，欲收你为徒。哈哈哈，你怕不是个骗子吧？哼，大道宗那可是南荒有名的霸主级势力，说谎也得靠谱一点吧？还封主呢，真是可笑。我给你3句话解释，如果我不满意，我叶家强者随时可以降临。哟，小伙子，脾气倒是不小呀，其实心里挺期待的吧？这是大道令，莫非前辈真是来自大道宗？如假包换，在这南荒之地，貌似还没人敢冒充大道宗出来招摇撞骗吧？前辈，怕是让您失望了。7年前，我的身上突然产生了一种诡异的力量，如今修为跌落，连我祖准帝老祖都没有办法，哪有资格成为您的弟子？收徒全凭一个缘法，我也是云游南荒，正好路过青城，听说了你的事情，你和我有缘，所以我就收你为徒。你可要知道，我现在除了你，只收过1个徒弟。收徒全凭缘法，
妥妥的高人的作风啊！而且只收过一个徒弟，他的收徒要求是有多高啊？难道他是前辈？您莫非是真正的地境强者？我不是地境，但大帝是我的徒弟。连大帝都是他的徒弟，他岂能不是地境？叶晨，拜我为师。地境不过是入门。7日后的家族大会，你难道想让叶家上下看到你被击败吗？难道你能接受柳如烟降临叶家，用退婚来侮辱你吗？拜我为师。7日后的家族大会，你可以轻易击败叶良辰，碾压柳如烟也不是问题。徒儿叶晨拜见师傅。好，很好，起来吧，以后你就是我的2徒弟。恭喜宿主完成限时收徒任务，恭喜宿主获得大量修为底蕴，恭喜宿主获得收徒礼包，请宿主自行查收。大道锁是什么东西？大道锁，道法自然，以大道之力封禁诡异和不祥之力。不过当前的大道锁是一星地阶，只能封禁少量的诡异和不祥之力。不错，这一次收徒奖励很给力。叶晨，你是我的第2个徒弟，现在我便送你拜师礼。这是洗髓丹，一会儿你服下，我为你洗髓伐骨，改善体质。9道丹晕，师傅，这是什么品级的洗髓丹？天阶而已，小玩意儿，不值一提。师傅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同样的丹药，我也给了你大师姐1枚，总不能厚此薄彼啊。可是，师傅，收下吧，这玩意儿以后多的是。这还多的是，师傅难道是大道宗老祖级别的人物吗？这是我送你的第2份礼物，无冷幽火。这只是一道天地异火种子，它可以陪着你成长，到时候我会对你收服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地兵？宿主的2徒弟叶晨体内存在一道诡异之力，他的玉佩之中存在一道准地阶残魂，正在和诡异之力不断抗衡。那道残魂一直在和诡异之力抗争，暗中庇护叶晨。只不过7年前他已经有些灯枯油尽，所以7年前叶晨的修为受到诡异之力影响，莫名跌落。怪不得这7年里叶晨的修为突然跌落，原来如此呀！这道残魂是不是叶晨母亲家族的人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不告诉你，自己猜去。徒弟，准备好了吗？我马上就要利用这个灵气抽取你体内的诡异之力。师傅，这是真的吗？徒弟，你体内的诡异之力已经消除了，这个锁名叫大道锁，就送给你吧。师傅，这是地兵吗？1星地兵，马马虎虎。大道锁正好克制诡异之力和不祥之力。这可是地兵啊，整个叶家连老祖都没啊！师傅就这么给我了？收下吧。不过大道锁威力太强，我已经给你做了封印，随着你实力的提升，大道锁会不断解除封印。谢谢师傅。徒弟，你这又是做甚？赶紧起来。师傅，受徒儿一拜，您对我来说有再造之恩，我从未想过会有恢复的一天。这都是小事，你既然是我的徒弟，为师怎么可能亏待你？那个，打扰一下。卧槽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我猜他没穿内裤。我猜他有穿。没穿。有穿。师傅，要不我们掀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喂，你们给我放尊重点，难道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吗？别逼逼，你是谁？长得丑不是你的错，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乃药家长老药言。药家？父亲说母亲就是来自于药家。小家伙，我有件小事，我得告诉你，不过是先说好了，别骂娘。你且说说看，你看我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，骂人这活不是我这种有素质的人能做得出来。这些年你修为跌落，其实和我有那么一点点关系。7年前我就开始吸收你体内的灵力了，所以你的灵力一直无法提升。什么？我草泥马，这叫小事？我的10米大砍刀呢？那个，淡定，你听我狡辩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还没有说完呢。7年了，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知道我承受了什么吗？一切都是因为你。我知道你很不爽，但是你听我说完可以吗？徒弟，让他说。16年前，你的母亲生下了你。根据药家族规，你的母亲需要受罚，被视为不该存在，被其他支脉针对。为了让你活下来，你的母亲让我带着你，隐匿身份来找你的父亲。
母亲，该死的药家！只是没想到这个消息外露了，我们一行人遭遇了埋伏，敌人在必经之地布下了一脚上古大地阵纹，我们被传送进了荒古禁区之中，在那里你沾染了一丝诡异的力量，为了救你，我燃烧肉身和神魂，这才将你带出了荒古禁区。我用尽了最后一丝功力，压制了你体内的诡异之力。等到我来到青城叶家的时候，我已经灯枯油尽。我将你交给你父亲之后，便要消散于天地之间。只是你母亲的那个玉佩突然爆发出一股力量，让我吸收了进去。耀言，你是如何走出荒古禁区的？你的准地之躯没有任何机会。怎么走出来的？我想起来了，有人救了我们，是一位大帝。叶晨，其实你得感谢耀言前辈，是他将你带出了荒古禁区，而且这些年其实都是他在帮你抗衡体内的诡异之力。那个，抱歉，是我太鲁莽了。骂都骂了，这些年你遭受的嘲讽和谩骂太多了，让你发泄下也无妨。草率了，家人们这就很尴尬，有木有？正是我汲取了你的灵力，才勉强帮你抗衡诡异之力。可惜7年前我的力量就已经耗尽了，所以我只能做到勉强抗衡。不过也正是因为你没有放弃修炼，所以你才活下来了。这7年你所经历的事情，让你的心境也成长了许多。是啊，耀言前辈说的对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多谢耀言前辈，这些年谢谢你了。你放心，终有一天我会帮你重新凝聚身体。吴航，我现在不过是一缕残魂罢了。看到你恢复了，我的执念也消散了。你母亲要琉璃交给我的任务也终于完成了。要琉璃，这就是我母亲的名字吗？你的母亲乃是我南荒药家的神女，她的天赋逆天，风华绝代，是我药家万年不遇的天才。耀言前辈，我该如何称呼您？我算是你母亲这一脉的老祖之一，你便叫我药老吧。这个剧情跟那本小说里的萧火火的剧情不能说很像，只能说一模一样。这个白衣青年竟然可以吸引传说中的诡异之力，从未听过有人可以吸收诡异之力，难道他比大帝还强？叶晨，介绍一下你的师傅。师傅，我还没有问过你的名字呢。无名陆玄。陆玄，莫非就是那个大道宗清玄峰的废物宗祖？徒弟，你想问什么？师傅，弱弱的问一句，你和外界传闻的那个陆玄不是同一个人吧？貌似就是我。卧槽，传闻有误，谣言害死猫啊！师傅如此强大，怎么可能是个废物？你的师傅连我都没有看透，更是掌握了吸收诡异之力的方法。他在我的面前就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。陆玄前辈一定是高星大帝。我就默默不说话，将装逼进行到底。药老，我母亲她……你的母亲的事情，现在你还没有资格了解。等你踏入玄圣境，我自会告诉你的。可是现在别想这些，你母亲的事情对你来说太过遥远了。你现在要面对的是7天后的世子挑战和退婚。你师父说的对，这几天你就提升实力吧。等到这场风波过去了，我会教你炼丹之术。你的体内流淌着我药家的血液，我药家就是以炼丹术崛起于南荒的。到时候我给你看看你的炼丹天赋。不过我相信你的炼丹天赋会很强。徒弟养成任务发布，7日内招儿徒弟叶晨踏入玄黄境，任务奖励会根据完成度发放。养成任务虽迟但到，不错不错。二徒弟叶晨，资质大地之资，丹道天阶天赋，其他体内经脉阻塞凝滞，建议服用天阶系髓丹。好了，现在不要想别的事情了，剩下的时间我会助你踏入玄黄境。眼前这个老六为了提升自己徒弟的修为，居然拿出比头还大的丹药往徒弟的嘴里塞，我只能说喂猪都不带这样的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好好消化下丹药的力量。多谢师傅。晨儿，我给你传音很多次，你都没有回应。来到你的房间几次，发现你布下了封印禁制，我就没有打扰你。父亲，我刚才正在修炼，不用担心我没事。对了，这几天我可能需要去祖地一趟，老祖召唤说是有极其重要的事情，这关系到我叶家的一个隐秘。我叶家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一个强者，我叶家是效忠于那个强者的。神秘强者？家族还有这种隐秘，我怎么都不知道啊！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，现在我们叶家的高层都在为这个强者降临做准备。不过叶良辰和你的世子挑战还会继续，甚至柳如烟的退婚，我们叶家也并没有推掉。好了，我先去祖地了。有强者要降临，能让叶家准地老祖如此惊动，想必一定是个地精了。师父，
即使那个强者来了，恐怕也不是您的对手吧？低调，一定要低调。师傅，那我继续修炼了。还有3天时间，接下来就不要服用丹药和吸收灵石了。我助你吞噬异火种子。嗨，我又来了！吞噬异火种子嘛，正好是老夫擅长的领域。药老既然这么自信，那就你来吧。麻烦药老了。恭喜老祖功法有成，可喜可贺。并非功法有成，而是我叶家所拜的真龙要归位了。诸位叶家后人，接下来我要说的涉及叶家的隐秘。之前我等或许在只言片语中提及过叶家的背景，但并不详尽，也并未道出我叶家真正的靠山。我叶家的背后有一尊真正的大帝，她的名字叫做扶摇女帝，她的势力叫做扶摇皇朝，而我叶家就是扶摇皇朝的其中一脉。3000年了，我叶家陨落了数尊准帝和半帝，终于等到女帝陛下归来。我3人已经与女帝陛下取得了联系，她将在我家族大会那一天降临我叶家。老祖，女帝已经不是当年巅峰，可有资格引领我叶家？其一，我等几人皆立下誓言，女帝陛下归来，若有诏，诏必回。其二，女帝陛下的第一势力皇朝龙位依旧存在，我叶家若是选择背弃，叶家只有覆灭这一条死路。可我们的敌人将是天罗殿，这1000年，天罗殿越来越强大了。南荒的诸多灭宗灭族惨案都是天罗殿所为，偏偏没有人可以制裁。我叶家不过一个准地阶势力，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。可是没有可是，此事不得在意。接下来几天，我会传你们一些扶摇皇朝的无上秘法，你们的战力都会得到提升。想必女帝陛下看到会十分高兴。多谢老祖。明天家族大会一开始，你就马上向叶晨挑战，不必等其他流程，不然等到女帝陛下降临，老祖出现，你若想杀叶晨，恐怕老祖会阻止，到时候杀他就难了。放心吧，父亲，我会最快速度杀了那个废物，你再出手杀了族长，等到老祖降临，也无可奈何。族长不是我的对手，我可以在老祖降临之前杀死他。至于其他长老，我早已安排好了，明日是后着叶家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师傅，早呀！不错不错，短短数日，都玄黄境中期了。师傅，多谢了。系统，我的现实任务奖励呢？来了，猴急啥？恭喜宿主完成现实徒弟养成任务，恭喜宿主获得6星地阶功法荒天诀，恭喜宿主获得大量修为底蕴，超额完成任务，宿主获得无敌之资。荒天诀，我为荒天帝，当镇压世间一切帝。难道是那个男人吗？等到叶家家族大会之后，再将这个功法交给叶晨吧。无敌之资是什么？所谓无敌之资，就是宿主可以直接无视一个大境界，越阶秒杀。我现在是玄尊境，可以直接秒杀玄圣。是的，不过只能是1星玄圣。真是爽歪歪！无敌之资加万法不侵，可以好好装逼了。老二，等到家族大会结束之后，你就跟我回大道宗吧，到时候为师再送你一个礼物。师傅出手简直太豪横了呀！师傅大气，师傅牛逼，师傅巴拉巴拉。可以了，打住，不带这样拍马屁的，要低调。明天就是叶家家族大会了，你一定会一鸣惊人。是啊，你们等着吧，我叶晨回来了。眼前这个狗王本想猥琐发育，为了自己的徒弟能多活几集，苟不住了。师傅，快救我！家人们，做个老六就这么难吗？叶晨那个废物怎么还没来？话音刚落，只见叶晨缓缓地走来，眼神中充满了坚定。呵呵，说废物，废物就到了。叶晨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了，以后我就是叶家的世子了。晨儿，记住，一会的誓词挑战，第一时间认输。父亲，我知道了。既然人到齐了，那我宣布，叶家家族大会现在正式开始。第一项依旧是叶家朱脉弟子的比试。还未等到说完话，叶良辰就突然走了出来。族长，今天的家族大会有些特殊，不如就把我和叶晨的誓词挑战提前，给大家抛砖引玉，如何？此时的族长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刚想拒绝时，一道声音在场中响起，落针可闻。我同意。见叶晨突然走出来，叶家众人一片哗然。一场是毫无悬念的战斗，这不是纯粹的送人头吗？其实让生死之争提前也并无不可，毕竟这是大家最想看到的比斗。叶良辰，誓词挑战，我选生死挑战，你敢吗？
我是耳朵不好使了吗？一个炼气境要跟玄黄境生死挑战，没有听错吧？笑死本宝宝，第一次见到有人主动寻死，活久见了。诸位可都听见了？叶晨想要生死挑战，我拒绝就说明我贪生怕死，所以我只能接受。都是自己人，只决高下即可，何必决出生死？不要把事情做绝吧。族长，在我看来，一个废物是没有资格做自己人。梁晨说的没错，我叶家不养闲人，废物要么逐出叶家，要么死，省得浪费我叶家的资源。大长老就这么希望晨儿死？一个废物而已，死了就死了。梁晨，杀了他！此时的叶良充满忍杀意，一想到马上自己就能出事，一出手就是全力。不可能，你这个废物怎么变得这么强？我要是废物，那你这个天才连废物都不如。陈哥，饶命啊！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好吗？我要杀了你这个小畜生！谁敢动我儿？今天家族大会，你们不要再打了。今天叶晨必须死，我和族长只能有一个活着留在叶家。顿时二人操了。叶晨的眼，他的父亲竟然不是大长老的对手。父亲，给我死吧！师傅，野狗了，快帮忙啊！只见一道身影出现在平台上，只是轻轻一挥，大长老应声倒地，身受重伤。你是谁？我呀，我应该，也许，大概就是叶晨的师傅。多谢前辈出手相助，小事儿，且下去疗伤吧。晨儿，你师傅是什么人？父亲，我师傅是大道宗清玄峰宗主陆玄。声音落下，场中一片死寂。这还是那个废物宗主吗？一时间，所有人震惊不已。这些人怎么这种眼神看着我？难道是被我的美貌惊到了？不对，他喵的，一堆大老爷们不会喜欢上我吧？太可怕了，这地方不能待，我要回家找妈妈。外界传闻是假的，只因我师傅为人低调，所以让外界误以为我师傅是个废柴。这是我叶家私事，今日是我叶家重要的日子，等我叶家老祖降临，你必死。哎呦喂，我好怕怕呀！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死，但是你是看不到的。这怎么可能？看着大长老一朝被杀，大长老一脉的圣人都陆玄，你找死！你不过是大道宗的一个废物长老，竟然在我叶家杀人。晨儿，你师傅呢？放心吧，父亲，我师傅弹指可灭杀大帝。灭大帝？这孩子在哪学的？怎么开始吹牛逼了？快请老祖！和人在叶家放肆，好大的狗胆！狗叫什么？嗓门大了不起啊！你吓到本宝宝了，知道不？给赔钱！今日不给个解释，就把命留在这里吧。区区3个准帝而已，也配让我解释？小时候脑子莫非让门家了吧？男子，这货太嚣张了，杀了他，为叶家死去的人报仇啊！既然如此，那就受死吧。你们做了一个这辈子最错误的决定。说完，陆玄拿出一星大地卡就要捏碎，突然，这是。只见一袭火红色长裙飘然降临，面容绝美的女子出现，来者正是姬扶摇，后面跟着她的皇朝龙卫。女帝陛下，是您回来了吗？多年不见，你们辛苦了。我叶家恭迎女帝陛下归来。恭迎女帝陛下归来。不用跪。方四、陈安，赶紧跪下。扶摇，你来了。什么情况？陆玄认识女帝陛下，这怎么可能？此时的姬扶摇这才发现自己的师傅竟然在人群之中，瞬间踏空而来，而接下来的话让全场呆若木鸡。师傅，你怎么也在叶家呀？陛下怎么叫陆玄师傅？哇靠，没搞错吧？女帝陛下，陆玄真的是您的师傅？对呀，怎么了？吓死宝宝了，还好刚才没出手，不然就把比 PU 了。扶摇，这1个月修为提高不少。师傅，我可一直没偷懒哦。不错不错。吾等拜见陆宗主。这些都是你的部下吗？抱歉师傅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身上的秘密。无妨，
你先处理自己的事情，我也是机缘巧合来到叶家收徒。叶晨，来，这是你大师姐。见过大师姐。这，晨儿竟然成了女帝陛下的师弟，辈分完全完了。老祖可有什么不妥吗？没什么。师弟，你的天赋很高，师傅果然好眼力。这都是师傅帮我的，我的身上染上了一丝诡异之力，修为跌落，连老祖都没有办法，但是师傅帮我压制住了。诡异之力，师傅竟然有这等通天手段，简直恐怖如斯。扶摇，你先处理自己的事情，我们一会再聊。你们都起来吧。现在女帝陛下已经降临，你们该发天道誓言了。女帝陛下，在你降临叶家之前，我叶家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是我纵容了大长老一脉。我当时觉得您既然要降临叶家，世子之争都是小事，就没有去管。没想到事情竟然发展成了这个地步。师弟，你来决定。饶命呀！这一切都是大长老要针对你和族长，与我们无关啊！晨儿，让我们效忠女帝陛下吧。老祖，灭了吧！即使他们发出天道誓言，我也无法信任他们。他们不死，我怕他们报复。叶北辰，当年你斩杀了天罗殿2个准帝，但你也身受重伤。是啊，我们能活下来，多亏了女帝陛下。若不是最后女帝陛下以一己之力拦住了天罗殿所有强者，我们哪有什么机会逃走？我叶家愿为女帝陛下赴汤蹈火，倾尽所有。接下来你们继续保持蛰伏，现在时机还不成熟。女帝陛下，叶家其他几个准帝和半帝兵谢的时候，心中还是带着执念，希望您归来带领他们继续作战。可惜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天。天罗殿我必灭之，以为他们在天之灵。最终一战，我叶北辰就是燃烧寿元，燃烧神魂，也要多斩杀几个天罗殿的狗贼。如今女帝陛下归来，我等只需等待女帝陛下的安排就行。我等怎么？师父，抱歉，我之前对你有所隐瞒。无妨。当年我以灵火之道正帝，人称扶摇女帝，我一手打造了扶摇皇朝，皇朝还未走到真正的巅峰，就被天罗殿覆灭了。天罗殿在南荒颇有恶名，这千年灭了不少势力。当年的事情透露着很多诡异，天罗殿绝不是单纯覆灭势力这么简单，我猜测他们还有着其他阴谋。此事需从长计议。陆峰主，你现在到底什么境界？莫非是高行大帝？难道你已经触摸到了地境之上的一丝契机了？呵呵，不可说。果然如此，太可怕了。还好还好。长风兄，一炷香之后，我们就能抵达京城。不知叶晨准备好了吗？如烟这一次也来了。父亲，是柳如烟要来了吗？这个男子有点惨，未婚妻给他戴了绿帽子，如今还被上门退婚。然而，叶晨，今日这婚我是退定了。我等了你7年，可以说是仁至义尽。但是已至此，我希望你能自己放手。你不能修炼，我们以后的差距会越来越大。你只能仰望我。哈哈哈，好一个仰望！真是笑话，我儿不是废物，他已经崛起了。叶晨，我本就不欠你什么，不过为了这次退婚，我柳家愿意赔礼。这枚圣王接聚契丹便是我柳家的心意。收下吧，这枚丹药是如烟的师尊云阳丹圣特意为你炼制的，说不定可以解决你无法修炼的问题。这是太上玄宗的云阳丹圣。唐风兄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女儿如烟在半年前就拜入了太上玄宗云阳丹圣的门下，成为了他的真传弟子。不到半年时间，他已经跻身玄阶1品炼丹师。他居然成了地位崇高的炼丹师。晨儿，不必羡慕他，你的身上可是流淌着我药家圣女的血脉，就这水平你也看得上，有点出息好吗？药老这逼装的我给满分。就这破烂玩意儿，我不需要。你要退婚，我岂能让你如愿？我就知道你还要继续死缠烂打，告诉你，别痴心妄想了。哈哈哈，死缠烂打，你配吗？即使你脱光了站在我的面前，我也对你没有任何兴趣。你个废物是想找死吗？梁家老祖之命，岂是儿戏？婚约已成，天地见证。不过我早就想和你一刀两断了。话音刚落，只见叶晨全身释放的气势已然达到了玄黄境中期，让柳家人一阵错愕。今日不是你来退婚，我要告诉世人，是我叶晨休了你。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你有什么资格休我？玄黄境又如何？还不是一个废物。莫以为自己可以修炼了，
我就会回心转意。这柳如烟怕是脑子有问题吧？此乃云海珠，是秦家世子秦萧送给我的定情信物。所以呢，我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。当然了，我也不在乎。你说不在乎，其实你的心里很在乎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即使你修为恢复，我也早已和秦萧结为道侣，而秦萧也拜入了太上玄宗。打住！我一点兴趣没有。那个秦什么兽我也没听说过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不介意把他踩在脚下。秦萧是我的夫君，也是要成为太上玄宗神子的存在，不是你能随便侮辱的。我命令你立刻道歉。有病就得治，不要放弃治疗呀。叶晨，我只差一步就可以踏入玄宗境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们之间的差距。唐风宗，年轻一代的冲突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叶晨调侃白雪可以，但是他嘲讽秦萧，这是他的不对。且不说秦萧有望成为太上玄宗的神子，就是秦家的实力也不是叶家可以抗衡的。唐风兄，切莫让叶晨为叶家惹祸啊！叶南，快住手！柳兄，年轻一代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。师弟的实力不错啊，还行，马马虎虎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也得看看他是谁的徒弟不是？对了，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？叶晨，你莫不是以为自己无敌了？我的道侣秦萧比你强大10000倍，他现在已经是玄宗境后期了。等到他成为太上玄宗的神子之后，你更不是他的对手。你这个贱人，你被秦萧调教的很好啊！兰子，叶晨打够了吧？再打下去只会给叶家惹祸。我南宫家未来会和秦家联姻，今天的事情不可能这么算了的。你这是在威胁我叶家吗？兰子，不要过把事情做绝了。秦家是南荒的霸主级势力，其家族可是有大帝存在的，叶家完全不是对手。若是被秦家盯上，叶家必然覆灭。陈儿，到此为止吧。我此生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让我的记忆里多了一个废物。过去和你度过的时光是我记忆里的污点，这让我不再纯粹。叶晨，我恨你。还敢不敢？叶晨，你这般辱我，我要杀了你！就你，还是回家找妈妈吧。老祖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叶晨那个废物竟然敢如此欺我，我要告诉秦萧，让秦家直接出手灭了叶家。不可，此事还得从长计议。为什么？现在的叶晨已经不是以前的叶晨了，叶晨已经拜入了大道宗。虽然那个陆玄是个有名的废物，但那也是大道宗啊，这是我柳家惹不起的存在啊。那怎么办？我现在就想让叶晨那个废物死。秦家和叶家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，有的是机会。至于你被叶晨打了这件事情，不要告诉秦萧，你说了，反而秦家会觉得我们柳家办事不力。你放心，叶家必定覆灭。人呢？跑哪里去了？陆玄这家伙不会是去找姬扶摇了吧？等等，另一个青年男子是谁啊？回来啦？咦，扶摇，你的修为竟然突破到一重玄尊境了。这次外出历练，侥幸获得了一些机缘。不错不错，这一次你身上的气息有些内敛，看来收获不小。宗主只是一个圣王境嘛，看宗主的态度，好像更喜欢大师姐多一些。宗主对师傅有一些冷落呀。你这1个月干什么去了？我去外面走走，看看风景，顺便体验下风土人情啥的。风土你妹！你只是一个炼气境，没事不要随便瞎跑。南荒很大，也很乱，你这修为走到哪都危险。哦，知道了。卧槽，师傅他可是南荒顶级强者呀，宗主居然不知道。扶摇，这是你带回来的天才吗？宗主，这是我师父收的徒弟。什么？你收的徒弟就你这逼样？有问题吗？还有我跟你说别带人身攻击的。宗主好，我叫叶晨，是师傅的二徒弟。信你们个鬼！算了，总归给我大道宗带回来一个天才。陆玄，你做的不错，这次带回来一个天才弟子。等会你就让叶晨去大道殿找穆老，测试一下修炼天赋，然后领取一下我大道宗的身份令牌。好，一会再去吧。这就是姬扶摇带回来的弟子吗？看起来天赋和底蕴都不错啊。此子当入我剑锋，修无上剑道。不，如此完美的肉身，当走炼体路，重铸我炼体一脉荣光。好了，先让叶晨测试天赋吧。叶晨，你只要把手放在天赋石碑之上，注入灵力即可。到时候
石碑会发出光芒。好，很好，叶晨，你的天赋和姬扶摇媲美，姬扶摇同样引动了大道中的共鸣，还好没有给师傅丢人。拜见苍玄老祖。不错不错，我大道中又多了一个绝世妖孽。叶晨，可愿加入我丹峰，拜我为师？你他喵的走开，哪里都有你，叶晨啊！我观你的身上的有一丝武道意志，刚修炼剑道，拜入我剑锋，你的未来成就将不可估量。战锋已经培养了不少大帝，底蕴深厚，加入我战锋吧。一时间，场中有些混乱，个个争得面红耳赤，都在抢着要收叶晨为徒。诸位前辈，承蒙厚爱，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。我已经有师傅了，我的师傅是陆玄，他对我有再造之恩。正所谓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我是不会离开我师傅的。陆玄一个炼气期，能教你什么？你这种天赋绝不能埋没在陆玄手里。现在姬扶摇已经留在清玄峰了，不能让陆玄把你再糟蹋了。走，去找陆玄，你这个弟子绝不能再留在清玄峰了。不错，师弟引动了大道中，不过倒也在意料之中。你们两个天赋都很好，为师很欣慰。宗主，叶晨的天赋尚可吧？我看都引动了大道中。我们正是为了此事而来。什么意思啊？陆玄，叶晨就拜入其他灵峰吧。可叶晨已经是我的徒弟了呀。你可以放手，莫要再次糟蹋这难得一遇的天才了。我怎么就糟蹋了？而且凭什么？凭你们这些人不要脸吗？这样吧，你们问问叶晨，如果他愿意跟你们走，那我无话可说。师傅，你不爱我了吗？我哪里都不去，我就要留在你身边。他喵的，能不能不要这么恶心？还有，别把鼻涕眼泪往我身上抹。老祖，你们看，这我就没办法了。叶晨资质尚可，我只能勉为其难的收下这个弟子了。老天怎么不劈死这个装逼的混蛋啊！老祖，我早就拜入我师傅门下了。如果我没有遇到我师傅，我一定加入其他灵峰。但现在师徒礼已成，礼不可废，所以抱歉让老祖你们失望了。怎么跟姬扶摇一样固执？难道现在的天才都是脑子有问题的吗？这可由不得你。卧槽！你们想干嘛？真的脸都不要了是吧？诸位前辈，就算你们此刻把我带走，我也不会待在你们灵峰的。我还是天天跑回来，我的心只在清玄峰。真是笑话，我可得抱紧师傅这个大腿。这些什么峰主啊，老祖啊，在师傅面前可都是小卡拉米。我脑子长泡了才会跟你们走。算了吧，再看看，让叶晨在清玄峰先修炼一段时间，观察一下。此时日后再议吧。快到饭点了，诸位要不吃个饭再走。就知道吃你妹！赶紧滚！这些人真是越老越不沉默，个个吃了火药似的，怕是都到更年期了吧？你们两个以后离他们远点，别被他们影响的也那么不要脸，听到没？好的，师傅。乖徒弟，刚才表现不错，为师甚慰，不过演技略显粗糙，还需细心打磨。师傅教训的是徒弟谨记。对了，师傅，为什么你不直接展示地境修为呢？这样看谁敢不认可您？若是他们知道了，一定会给我安排任务，这又何必呢？你师傅可是出了名的好吃懒做呢，我只想美美的过着这种小日子。陆峰主，我们也应该尽快测试一下叶晨的炼丹天赋，好为叶晨规划一下修炼之路。此言有理，那就开始吧。炼制丹药最重要的3个东西就是灵草造诣、灵火、魂魄力。第一个，所谓灵草造诣，就是必须对各种灵草的药力、习性都十分熟悉。第二个就是灵火，越是高阶的灵火，蕴含的力量越是强大，对炼丹来说事半功倍。你现在已经有了古冷幽火，这个条件已经满足了。第三个就是魂魄力，炼丹的时候，灵火的火候、温度都至关重要，每一步都决定这一炉丹药能否成功炼制。一般来说，炼丹师的魂魄力都碾压其他同阶修炼者。药老，我该怎么做？这是魂石，催动你的魂魄力，冲击魂石里面的魂气。你的魂魄力越强，这个魂石就越明亮耀眼。你的魂魄力太强大了，可以和我药家的天骄媲美。药老，那是不是代表我可以炼丹了？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现在你学灵草造诣，这是我药家的草木经第1卷
若是你将第1卷悟通，你的灵草造诣就有了玄阶的水平。柳如烟半年之内踏入了玄阶炼丹师，这是何等水平？算是炼丹天才了。玄阶也分了9品，玄阶之间也有差距。不过我相信你的炼丹天赋绝对碾压柳如烟，因为你的体内流淌着药家的血脉。药老师傅，你们放心，我会努力的。好了，我给你的任务是1个月之内踏入玉阶炼丹师。现世徒弟养成发布，1个月内将叶晨的炼丹造诣提升至玄阶，奖励会根据任务完成度发放。1个月要到玄阶炼丹师，这样一来叶晨就是丹武双修，不错不错。玉阶炼丹师这个标准太低了，以叶晨的炼丹天赋，再加上你的炼丹造诣，1个月怎么也得地阶炼丹师吧？大哥，别闹，这怎么可能？臣妾真的做不到啊！你还是要了我的老命吧。那就降低标准吧，1个月玄阶炼丹师，药老由你亲自指点，对你来说应该不会有难度吧？没难度你妹！师傅放心，1个月之内我必成为玄阶炼丹师。好了，既然你要开始炼丹，那么我答应送你的礼物也可以给你了。地兵肉风主，这是地阶极品，不过是6星地阶罢了，先拿去用吧。对了，这个吞天轰炉不光能炼丹，也有极强的杀伐之力。 6星地阶炼丹炉，陆玄的底蕴到底有多么深厚？太可怕了！肉风主，你放心交给我，我保证1个月之内让叶晨踏入玄阶炼丹师。那我可期待哦。那个师傅，你身上还有多少地兵啊？没了，这次真的没了。秦霄哥哥，我好想你。这样呀？是想我身上的哪里啊？你好坏哦，但是人家好喜欢。这次去叶家，事情都办妥了吗？都办好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也交为难你了？没有，没事了。区叶家不过是蝼蚁罢了。秦晓，那个废物叶晨可以修炼了。这一次我去了叶家，他竟然已经踏入了玄黄境了。青州只是个弹丸之地，区叶家一介蝼蚁，即使叶晨突破玄黄境，在我面前我弹指可灭。那是当然，秦笑哥哥最棒了。叶晨那个废物岂能与你相提并论？放心吧，我会找个机会灭了叶晨。只不过这段时间神子之争要开始了，我无暇分心。叶晨这个废物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竟然拜入了大道宗。不过不用担心，他拜入的是清玄峰，师傅是那个废材陆玄。果然是废物配废物，两个废物加在一起，我实在很难想象叶晨会废成什么样子。秦晓，可我还是想让叶晨死。我将是你的女人，我想我的全部都属于你。如果叶晨活着，我感觉我是不完整的。放心，如果是在叶家，倒还没有什么机会对叶晨出手。现在这废物拜入了大道宗，倒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出手了。对了，秦晓，3个月后在大道宗有炼丹交流大会，我师父会带着我去大道宗。去吧，如果有机会杀死这个废物就好了，到时候我可以安排一下。你觉得陆玄这家伙是怎么做到的？姬扶摇和叶晨竟然都不想离开清玄峰，看得出来，他们是发自内心对陆玄很尊敬，不像作假。只是陆玄这家伙又白白得了一个徒弟，他何德何能啊？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竟然让姬扶摇心甘情愿给他做饭。散了，陆玄这2个徒弟恐怕是你们羡慕不来的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陆玄和姬扶摇还有叶晨都是和扶摇皇朝有些渊源的。他们不愿意离开陆玄也是情有可原。我记得当年清玄圣人将陆玄捡回来的时候，陆玄是个孤儿啊，怎么跟扶摇皇朝扯上关系了？毕竟是3000年前的事情了，太过久远。现在想来，当时姬扶摇入宗时，恐怕已经想好要加入清玄峰了。这件事情强求不来。老左，3个月之后就是炼丹交流盛会，到时候很多南荒的炼丹大势力都会降临。陆玄这家伙一定会被再次嘲笑一番的。古月芳，这一次南荒众多有着深厚丹道传承的宗门都会来此，我们作为东道主，不可失了礼仪。你和宗主2人提前安排妥当。遵命。宿主大徒弟姬扶摇修为提升，开始同步。宿主大徒弟大道经有所感悟，开始同步。宿主二徒弟叶晨的灵草造诣有所感悟，正在同步。这躺平的日子
简直不要太爽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陆璇，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。哎呀妈呀，吓死宝宝了！什么事情？慌慌张张的。3个月后，我大道宗要举办炼丹交流大会，到时候太上玄宗、药家、丹香宗等大势力都要踏入我大道宗。炼丹交流大会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不要瞎跑，老老实实待在清玄峰。炼丹交流大会？不错，这炼丹交流大会100年举行一次，现在轮到我大道宗了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你到时候可不要在宗门内瞎溜达。这特么搞得好像我是个祸害似的。本宝宝很乖的好吗？宗主，我知道了。不过我也有一个关于叶辰的事情告诉你，和太上玄宗有关，和这次炼丹交流大会也有关。哦，叶辰能有什么事？事情是这样的。竟有此事，这个我们会注意的。你管好你自己，待在清玄峰别出来就行。第一次练这种丹就成功了。等等，这是丹晕还是6道丹晕的？药老，我这手法有些生疏，惭愧惭愧。这逼装的我给满分。不过这小子的炼丹天赋太过逆天了。药老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开始尝试炼制人阶丹药了？不用了，我们直接跳过人阶，直接炼制御阶丹药。为什么呀？你现在的水平已经比一般的人阶炼丹师都要高了。这样吗？可是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不足呀。你小子就别唧唧歪歪了。接下来我们炼制御阶无品丹药凝灵丹。师弟，今天你怎么这么高兴呀？大师姐，我现在已经是御阶炼丹师了。这才几天，你就踏入了御阶炼丹师了？侥幸侥幸，都是师傅教的好。就知道瞎说，我自己都不会，我能教你啥呀？不错不错，继续努力。好的。对了，师傅，我除了炼丹，也没有忘记修炼。你看我现在已经快玄黄境后期了。看把你能的。这样吧，给你定个小目标，这1个月时间，你把修为提升到玄宗境。师傅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这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你问问你师姐，她当初就是1个月从玄王境踏入了玄宗境中期的。师傅，你太坏了，就知道给师弟压力。师傅，你放心吧，1个月我必踏入玄宗境。师傅，那我也回去修炼了。这2个徒弟修炼起来都太拼了，彼此都在暗中较劲。现世徒弟养成任务发布，8个月内让大徒弟姬扶摇的灵火之道踏入半步大圆满，完成任务后将得到相应奖励。正想着能送扶摇什么呢，这任务来的也太及时了。这段时间送给叶辰的至宝太多了，我这当师傅不能厚此薄彼啊。陆璇这个师傅当的简直太轻松了，什么都不用管，2个徒弟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。这么看来，其实拜入陆璇门下，除了没人指点，倒也算很自由。对于这种天才来说，除非遇到修炼瓶颈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不需要太多干涉。这倒也是，只是可惜了。陆璇这2个徒弟都是好苗子，你们羡慕不来。不过他们留在清玄峰，一直让大家意难平啊。炼丹交流大会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按计划进行，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此事重大，务必安排到位，不要出现差错就好。灵火之道终于踏入半步大圆满了。女帝陛下，我们已经抵达沧州，并且去了醉仙楼总部了。情况如何？这些家伙有些翻脸不认人了。我拿着陛下您的信物，他们竟然也不承认，非要您亲自降临。女帝陛下，我建议直接出动龙卫和叶家，灭了醉仙楼。如此忘恩负义之徒，不配存在。看来我得亲自前往沧州一趟了。女帝陛下，我担心到时候即使您亲自降临，他们也不愿意臣服呢。那醉仙楼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女帝陛下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？先返回黑岩山脉吧。遵命。又要离开师傅一段时间了，这一次时间可能要久一些。恭喜宿主完成大徒弟现世养成任务，恭喜宿主获得大量修为底蕴，恭喜宿主获得6星地界灵枪猎天，恭喜宿主获得火之道子，
恭喜宿主获得1000万极品灵石。此时的陆巡修为高超，直接踏入了8成。好枪，不错不错。这火之道则融合后有什么效果？一旦有人融合火之道则，就意味着未来必定正地。这么夸张啊？这个火之道则还是可以不错的呀。童子，这一次你的奖励刚好适用。叫猫嘛。童子，你是皮痒了是吗？溜了溜了。扶摇，快过来，为师这里有好东西哦。扶摇，师傅这把枪不错吧？这是6星地兵，是火系灵器，主杀伐，很适合你。姬扶摇抚摸着地兵裂天，瞬间恐怖绝伦的灵火之力和他的身体产生了共鸣，这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的。收下吧，这个地兵裂天之中封印了树虫，它会随着你的修为慢慢解开封印。不过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情况，你可以强行解开下一层封印。多谢师傅。再给你看个宝贝。师傅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火之道则？不错，正是此物。这可是传说之物呀，一旦融合炼化，必定正地。而若是大地炼化此物，或许有机会触摸到地境之上的境界。师傅，这有些太贵重了。区火之道则罢，你拿去用吧。师傅这里的好东西多的是，有了此物的加持，你的修炼速度会更快。那好吧，谢谢师傅，我一定努力修炼。那必须得我努力修炼，不然我怎么躺平啊？师傅，我又要离开您一段时间了，我需要处理一下扶摇皇朝的事情。你那个叫做醉仙楼的事，现在是什么态度？青烟他们去过了，醉仙楼态度很不明确。若是他们敢背叛，直接灭了，无需仁慈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我知道怎么处理。姬扶摇恋恋不舍地看着陆玄许久，最终还是踏空而起，离开了清玄峰。恭喜宿主完成2徒弟现世养成任务。2徒弟叶晨，境界玄宗境初期，功法荒天诀，炼丹造诣玄阶物品炼丹师，至宝大刀锁，混天烘炉，孤冷幽火。不错，1个月时间，叶晨不仅踏入了玄阶炼丹师，而且突破到了玄宗境。恭喜宿主获得大量修为底蕴，恭喜宿主获得5星丹地技艺，恭喜宿主获得半柱上古大药，恭喜宿主额外获得1角之强大地震纹。只差一步就可以踏入玄圣之境，这感觉不要太爽。嘿嘿，童子，1角之强大地震纹是什么？宿主，这是额外完成任务的奖励，宿主可以将其炼化。如此一来，宿主只要知道目的地，在南荒之中可以横渡虚空，瞬息间抵达目标之地。这个屌，从此南荒之大任我行。童子干得漂亮。会说你就多说点，把你9年义务学到再美的词语都用上。啊！叶晨，你已经踏入了玄阶炼丹师，这段时间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。你喜欢炼丹吗？师傅，我喜欢炼丹，但我也不想抛下武道修炼。你未来想不想以丹道正地？师傅，我想，但是我可以吗？陆方主，莫非你有丹药正地之法？师傅，这是5星丹地的记忆。此时的叶晨与药老已目瞪口呆，他们何时见过如此珍贵的宝物？一时间内心震惊不已。陆方主，我可以观看这5星丹地的记忆吗？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。区5星丹地记忆罢了，又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。你是叶晨丹道上的师傅，也是叶晨的亲人，自然可以观看。那可是5星丹地记忆啊，在他面前就变成这么廉价，这陆玄是何等高人啊！陆方主，感恩不言谢。多谢师傅。距离炼丹交流大会还有2个月时间，你好好准备，就辛苦妖老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一切交给我便是。女帝陛下，醉仙楼的态度太令人失望了。即使我展示了您的信物，醉仙楼楼主依旧表示不相信您已经归来。这只是他们的借口罢了。我观醉仙楼现在在沧州发展的很好，而且和沧州的数个大势力都有交集，他们就是不愿意再复归我扶摇皇朝。现在醉仙楼是谁负责？曾经的皇朝镇北将军魏延。你弟陛下，我早观魏延此人脑后有反骨，此后必反，现在果然如此。现在或许还言时过早。该死的魏延，当时拿走了我扶摇皇朝绝大部分修炼资源，这成了他们在沧州崛起的资本。而现在他们崛起之后，开始翻脸不认人了。等我踏入玄圣境之后，去一趟醉仙楼。
女帝陛下所言极是，我们不能贸然出动，一切还需从长计议。数年之后，等女帝陛下踏入玄圣之后，再前往沧州。不用那么长时间，2个月足矣。2个月时间从3重玄尊境踏入玄圣境，这怎么可能？姬扶摇只是轻轻一笑，玉手伸出，只见一道火之法则浮现在他掌心。众人望着这道火，都感到无比的心悸。女帝陛下，这是我师父送给我的火之道则。陆玄，我警告你，你这是几个意思？什么态度？这是要跟我干架吗？就你这小菜鸡，也配我出手吗？他喵的，这话我就听得很不爽了。来，比划比划，你要是输了别哭鼻子，要回家找妈妈。好了，别逼逼了，正经事跟你说呢。这才是商量该要有的态度。什么事？你说吧。过几天就是炼丹师交流大会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的留在清玄峰，不要出去，不要给我搞事情，你懂的。懂个锤子！这么老实巴交的，像是会瞎搞事情的人吗？我要告你诽谤！事情反正都交代你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我还有一大堆事处理，不像你吃饱了就摆烂，懒得跟你浪费时间。我走了，好自为之。切，没意思。现世徒弟养成任务发布，长儿徒弟叶晨在炼丹交流大会年轻一代的炼丹比试中获得第一。嘿嘿，宗主，不好意思了哦，这个炼丹比试是必须参加了。这是丹香宗，古月芳道友，好久不见。丹香宗的道友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，还请随我来。不愧是大势力的排场，这些天要热闹。叶晨，这一次的炼丹交流大会，为师有个小小的要求。师傅，您说，年轻一代的炼丹比试，你要拿第一。啊，第一？我才王阶炼丹师啊！陆峰主，如果要拿第一，怕是有些难啊。为什么？陆峰主，这一次的炼丹交流大会，年轻一代中应该会有地阶炼丹师，现在叶晨只是王阶炼丹师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。地阶炼丹师也来参加，这么不讲武德吗？在我们炼丹一族，因为炼丹师突破1阶动辄需要10年100年，所以这炼丹交流大会，我们对炼丹师的年龄放得有些宽泛，只要是300岁以下都可以参与。300岁的炼丹师，这特喵的也算年轻一代。叶晨3个月时间踏入王阶炼丹师，已经十分惊世骇俗了。如果还有时间，叶晨或许真的可能踏入地阶炼丹师。这样的话，他说不定可以拿第一。师傅，我一定拿第一！你给了我这么多炼丹机缘，如果这样我还都不能夺得第一，那我岂不是废物？师傅，7年来我一直被视为废物，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怎能不证明自己？这一次的炼丹交流大会，不仅仅是为我证明，也是为师傅证明。好，不愧是我陆玄的弟子，少年就该有少年的不败热血。陆峰主，还剩几天时间，老夫必定竭尽全力帮助叶晨，或许我们真的可以创造奇迹。尽力而为便是。陆峰主，您觉得炼丹是什么？大道同源，道法自然，万事万物皆如炼丹，而炼丹亦如万事万物。做饭如炼丹，食材如灵草，铁锅如丹炉。师傅说的对，菜不就是炼制出来的吗？把思路打开，把想象打开，看炼丹不是炼丹，你才能感悟到一些不同的东西。请赐教。修炼如炼丹，以肉身为炉，天地之力为灵火，凝聚灵力精华，提升丹田修为底蕴，这不也是炼丹？陆峰主觉得炼丹的终极是什么？你觉得是什么？炼制一炉无上丹药，上面铭刻10道丹晕，引动天地雷霆，所有的灵草精华没有浪费，成就完美丹药。药老，格局打开，你还在炼丹的第一层。且服天地为如息，造化为功，阴阳为叹息，万物为同。天地为炉，造化为功，阴阳为叹，万物为同。好大的手笔啊！师傅这番话，其意境直接超越了5星丹地技艺，不知几许啊！陆峰主，恐怕也只有您这种至强巨擘，才能有如此演技和格局。我虽为准帝，但却目光狭隘，如同坐井观天。今天听到陆峰主的话，才知道自己在炼丹一途只是一个学徒，亦或者说阴阶炼丹师，只不过
才踏入了炼丹的门槛。所以我一直说，眼界打开，炼丹的终极可以星空为炉，以大道为灵草，以时间长河为灵，炼制诸天。不愧是师傅，神一样的男人。陆峰主，这就是炼丹的终极吗？修炼之路，炼丹之道，哪有终极？至强者就是终极。所谓至强，不过是路径吧。陆玄的话直击耀言和叶晨心，两人震撼不已，久久不能回神。陆玄对丹道的理解已然超过他们的认知。陆峰主，莫非你已经超越了地境？卧槽，随口说说而已，这叫唬住了。师傅，您的话我已经全部记下来了，我感觉里面蕴含了无比深刻的道理。如果我悟通了，什么天阶炼丹师不在话下。啊？至于吗？师傅，刚才经过您的指点，我向您保证，我一定拿下炼丹交流大会的第一。好吧，你加油，为师相信你。师傅，多谢你了。3个月时间，女帝真的从3重玄尊境踏入了玄圣境，太可怕了！恭喜女帝陛下修为精进，灵火大成，是时候前往沧州醉仙楼了。女帝陛下要给叶家传音吗？若是爆发战斗，可以让叶家提前准备，让叶家也前往沧州，在暗中待命吧。遵命。宿主大徒弟季扶摇突破玄圣境，正在同步修为。宿主大徒弟肌扶摇灵火之道踏入大圆满，正在同步感悟。不愧是我的宝贝大徒弟，现在2个徒弟躺着就能获得这么多反馈，要是多收几个，岂不是上天了？系统，第3个徒弟什么时候收？还未接到任务通知。那好吧。师傅，师傅，咋啦？叫魂呢？毛毛躁躁的。师傅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陆峰主，幸不辱命，叶晨已经成功炼制出1枚地阶1品丹药归元丹。可以啊，小伙子，不错不错。师傅，你的炼丹理论太超前了，我感觉自己现在思绪已经发散了，如同天马行空。看炼丹不是炼丹。还有2天就是炼丹交流大会，继续努力。师傅，您放心，我绝不会让您失望。要百里道友，别来无恙了。古月芳道友气色不错呀。百里道友，岁月匆匆，已有100年不见了。是啊，丹香子道友，光阴似箭，如白驹过隙，弹指一挥间，100年过矣。是苍林那老顽固来了。这一路横渡虚空，倒是有些疲倦了。苍离前辈，请随我来，我们已经给您和苍木学宫的天才安排好了。苍离道友一向如此，这可是天阶炼丹师之间的盛会。苍离道友的表现有时候让人有些扫兴。这老家伙每次都是别人论道，自己却不分享，着实有些自私了。苍离这家伙性格苛刻，据说对徒弟管制极其严格，都练疯了好几个天才弟子。在人中，苍木学宫就是当之无愧的霸主，而苍离又是苍木学宫久负盛名的炼丹师，求苍离炼丹的人数不胜数，谁敢非议苍离？希望这一次坐而论道，苍离道友能拿出一些真的感悟出来分享一下，不能光白嫖我们的炼丹感悟啊！是云阳丹圣来了，诸位道友，好久不见。还好叶晨那恶心的家伙没在，要是在同一片天地下呼吸空气，简直污秽了我。这就是那个柳如烟无疑了，最好不要让陆玄和叶晨出现，免得再起矛盾。云阳道友、丹香子道友、要百里道友，我现在就安排你们休息。距离炼丹交流大会还有2天，你们可以稍作调整。若是有什么要求，你们都可以提出来。没有什么要求，古月芳道友安排即可。希望太上玄宗的住处离清玄峰远一点。一说到清玄峰，他们都想起了陆玄。毕竟陆玄可以说是大道宗的一朵奇葩，一个炼气期的废柴当了清玄峰的峰主，这一当就是7年，这在南荒霸主级势力的眼中太过于离谱了。对的，我记得按照大道宗的规定，7年之内没有招收到弟子，就要逐出大道宗。陆玄应该没有招收到弟子。该死，这个柳如烟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宗主决定给陆玄一些特权，即使招收不到弟子，也可以待在大道宗。陆玄不是收了青州青城叶家叶晨吗？卧槽，陆玄这家伙竟然收徒了。他一个炼气期能教徒弟什么？还真有人头铁当陆玄的徒弟啊！如烟，莫要多言。哼！古月芳道友，可否说说？
此事我也不是特别清楚。小友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当年我家老祖和叶家老祖在秘境之中有些渊源，便给我和叶晨立下了婚约。但从小我就不喜欢叶晨，叶晨一直对我死缠烂打。我等吃瓜，你继续。后来上古秦家世子秦萧和我两情相悦，前一段时间我便去了叶家退婚，谁知道叶晨这家伙一怒之下竟然拜陆玄为师。云阳道友，这就是你的徒弟？你一个女子，简直是信口乱说，莫非以为我不知道实情？古月芳道友，算了，此事到此为止吧。抱歉诸位，我刚才失态了。诸位还请随我踏入灵峰休息吧。以后关于此事，你不可再提了，多说多错。我宣布，100年一度的炼丹交流大会正式开始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陆玄，不是说让你别来吗？你会炼丹还是叶晨会炼丹？宗主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你不给我惊吓就算不错了，既然已经来了，那就留下观看吧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不要搞事情，不要搞事情，不要搞事情，懂吗？叶晨，你这个废物怎么来了？这里是炼丹交流大会，你懂炼丹吗？真是丢人现眼！蠢货！你现在按照已定的顺序开始论道吧。道法自然，我大道宗的炼丹之道和其他流派有些不同，我们讲究融合道与韵，9道丹晕的丹药已经是极限，毕竟炼丹总有损耗。但若是我们将道与韵融入炼丹之中，那么这枚丹药的品质将会再度提高。师傅是觉得古月芳宗主讲的太无聊了吗？也是，这些人比起师傅的理论确实差太远了。陆玄竟然在这里呼呼大睡，这么珍贵的机缘，这可是天阶炼丹师讲道啊！陆玄特么是何德何能啊？陆玄要睡就滚回清玄峰去睡。陆玄，请你自重。宗主，古风，让我师傅留在这里吧。哼，诸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，大家互相探讨一下。古大师，我等势力可没有大道经这种功法，可以将道与韵融入炼丹之中。眼界不要这么狭隘，除了顶级功法里面的道，若是踏入玄圣境之后，也算走出了自己的道，这个也可以融入炼丹之中。说得不错，我们在炼丹的时候，的确可以做更多的尝试。苍离道友，你乃一代天阶炼丹师，应该颇有心得，还请踏上论道台。抱歉，这100年时间，我并没有什么炼丹感悟，还是你们来吧。话音刚落，场上很多人敢怒不敢言，只能小声的窃窃私语，打心眼里的鄙视。苍离长老太自私了，我等可是付出了一件圣兵来聆听这些炼丹巨擘分享，苍离长老却不愿意论道。你是不知道，虽然在云州，苍离长老的名声很大，但褒贬不一。他炼丹收取的材料是其他人的数倍，而且对徒弟很不厚道。数百年了，没见过他分享过一次。在场都是高修为者，自然都能听到场中不满的声音。而被议论的主人公此时像是事不关己的态度，看苍离无动于衷。药家的天阶炼药师要来踏空而起，直接踏上了论道台。与这种人齐名，简直就是对我莫大的侮辱。药家的炼丹理念是自然之道。插曲过后，论道大会继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数个时辰后，诸位，你们觉得炼丹的终极是什么？炼丹的终极无非就是炼制出更高品阶的丹药。那些天阶极品丹药，无不是在雷霆的淬炼之下凝成，这恐怕就是炼丹的终极了吧？诸位，我看的那个古迹之中有一枚超越天阶的丹药，这丹药已经诞生了灵智，化作了人形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炼丹师思路要打开，若是目光被局限了，那么炼丹造诣也会止步不前。诸位对于炼丹的终极可还有什么高见？云阳前辈，我有话要说。你连炼丹都不会，你能说出什么？不要丢人现眼了。莫要多言，叶晨小友有何不同讲解？可以说来听听。炼丹何必拘泥于炼丹炉之中？且夫天地为炉兮，造化为功，阴阳为叹息，万物为同。此话一出，一时间场中陷入了一片死寂。这是何等炼丹理论？强如大地，恐怕都无法做到吧。所有人的内心都掀起了滔天巨浪。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真是太浮夸了，为了吸引眼球，就在这里胡说八道。混账东西！云阳，管好自己的徒弟，不要让他在这里丢人现眼。苍离，我的徒弟，嗨，轮不到你教训。
接下来的7天就是年轻一代炼丹师的比试，比试一共有2轮。第1轮是草木造诣的比拼，1/10可以晋级；第2轮节则是炼丹比拼，到时候以你们最终炼制出来的丹药为准，决出前10名。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今日就是我王二狗扬名立万的时候了，哈哈哈！第1名奖励半底接炼丹炉，圣王接受火1株，100万极品灵石，圣接灵草100株。第2名圣王接炼丹炉，圣人接受火1株，50万极品灵石，圣接灵草50株。第3名之后以此类推。奖励居然如此丰厚，这就是大道宗的底蕴啊！不过这第1名的奖励比起师傅给的差太多了，不行，我要低调，一定要低调。炼丹的时候，记住不要暴露古冷幽火和吞天烘炉。一旦你拿出这2个至宝，恐怕这些天机炼丹师要发疯了。但我没有其他炼丹炉和灵火了。要不找古月方峰主借一下？毕竟如果找你师傅的话，他恐怕又要掏出来什么惊世骇俗的至宝了。也只好如此了。灵草造诣比试现在开始，每个人踏入之后会进入一个独立空间。这次的草木造诣考题试数是为天阶炼丹师联合出的，一共有500道考题，包含灵草的药力、习性、灵草的嫁接等等。师傅，我一定拿第1回来。叶晨，你最好祈祷自己不要进入第2轮，否则你会死得很惨。这一次的考题涉及的灵草种类极多，对这些弟子的炼丹造诣考验很大，堪称数百年来难度之最。不错，若是有人能够将这个考题答对80%以上，草木造诣在天阶之下就过关了。你们快看，叶晨居然不假思索地选出答案，就怕做得很快，但都是错的。带叶晨这个速度，恐怕半天时间就能答完了吧？应该差不多吧，但愿不要让我等失望。如何？有一道题目出错了，其他我都答对了。这家伙真的只用了半天就做完了。看看这小子的草木造诣如何？叶晨的草木造诣竟然如此恐怖，让我看看怎么回事。叶晨这小子竟然说我出的题有问题。你小子给我过来，这个题目有何错误？前辈，梦露花、火焰草和3星草在一起会产生一种液体，名曰星露液。星露液若是和幽灵菇在一起，不出3日就会枯死。你是在质疑我的灵草造诣吗？叶晨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曾在一本古籍上看过。把你的古籍取出来，我看看。这是丹帝记忆中得到的草木造诣，怎么可能取出来？苍离道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秘，你这要求似乎有点过了吧？很不错，我很期待你在炼丹时的表现。哎，叶晨这个废物怎么比我还先出来了？叶晨只用了半天时间就走出了结界。果然是废物，半天时间连考题都看不完，恐怕在叶晨眼前如同看天书吧？不是的，叶晨所有考题都答对了，还指出了苍离长老的题目错误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他这个废物怎么可能做到？这一次草木造诣的考题难度确实很大，如果能完成70%，那么草木造诣已是上乘；如果能完成80%，草木造诣算是精深。接下来就开始公布本次考核排名。第1名大道宗叶晨，第2名药家药欢欢，第3名药家药北玄，第4名丹香宗洛伊，第5名。瞬间，场中一片哗然。第1名被名不见经传的叶晨拿下，前10名几乎被药家和丹香宗包揽。数千人比试最后只有300名炼丹师晋级，而柳如烟刚好是第300名。我没有这么弱呀，这个榜单是不是有问题？古前辈，请问叶晨做对了多少道考题？全部都答对。师傅，我觉得叶晨一定作弊了。放肆，休得胡言！叶晨，如果你是个男人，就承认自己作弊了。我是不是男人还需要向你证明吗？蠢货！叶晨并没有作弊，与其贬低别人，不如提升自己。老夫言至于此，好自为之。怎么可能？为什么叶晨那个废物可以全部做对？叶晨什么时候成了炼丹师了？第2轮炼丹比试开始，我很期待叶晨的炼丹水平。叶晨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4天时间，你们可以随意炼制任何丹药，到时候我们会以丹药的品阶、药力、难度等综合评判你们的成绩。此时的场中众人开始陆续祭出了炼丹炉，一边温热丹炉，一边准备灵草。
只要叶晨迟迟没有动作。那个古风主，能不能借一个丹炉和一株灵火？闻言，众人愣住，谁能想到叶晨居然没有丹炉和灵火？连丹炉和灵火都不准备，还来炼什么丹？丢人现眼！陆风主，你这师傅可当的真苛目称职啊！这他喵的，关我什么事？这也能背锅？多谢古风主，师傅，我也是没办法呀。你给我的钥匙拿出来也太吓人了。随即，叶晨祭出炼丹炉，着手开始准备炼制丹药，动作行云流水，十分飘逸，灵火习动，将丹炉团团包裹，散发出淡淡的光芒。叶晨的控火手法怎么如此娴熟，已经趋近圆满之境了。他的手法不简单，浑然天成，其他人如果没有100年的经验，根本无法达到。古风主，你这次可是藏得够深啊！这小子都是怎么练的？我们居然一无所知，这就尴尬了。美人，半件圣兵的代价，你们一会帮我对叶晨出手，废了叶晨。这可是在大道宗的地盘上啊，不好吧？只要废了叶晨，你们每人一个圣兵，再追加20万极品灵石。那好，拼了！等叶晨炼丹到关键时候，我们就出手。你们看叶晨的炼丹手法，我怎么从未见过？这不是古月方一脉的炼丹手法，也不是药家的，也不是丹香宗的，我从未见过如此炼丹手法。说着，苍离长老盘膝而坐，仔细去看叶晨炼丹，他的手中灵诀变幻，正在复刻叶晨的炼丹手法。没想到此行来到大道宗，竟然还有这等收获。一时间，虚空之上，所有天阶炼丹师全部都盘膝而坐，他们都发现叶晨的炼丹手法有大学问，仿若是一个丹帝在炼丹，全都开始感悟起来。叶晨的炼丹手法竟然引起了如此轰动，这些天阶炼丹师竟然跟着叶晨学习起来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！叶晨背后之人到底是谁？这种炼丹手法暗合天道，流转着道运，无比玄妙。叶晨背后一定是一个丹帝。陆玄这家伙有些格格不入了，他一个炼气期，还能对他抱什么期望？陆玄，你看看叶晨，再看看你，宗主，我是咋地了？我啥也没干呀。就是因为你什么也没干，你看看其他人都在感悟叶晨的炼丹手法，而你呢？散了，你让陆玄感悟，他能看出什么门道？陆玄能坚持在这里陪着叶晨，已经算是进步了。老祖现在对陆玄的要求已经这么低了吗？算了，反正这炼丹手法你也学不会。正在此时，场中异变突生，就是现在，给我杀！叶晨，给我死吧！快保护叶晨师弟！想要保叶晨，那就一定废了。快唤醒叶晨师弟！再晚一步，叶晨师弟必然要步我们后尘。叶晨师弟，快醒醒！他们要杀你！给我死吧！我要你们死！我天绝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是发生了什么？师傅杀了叶晨，为其他师兄师姐报仇。叶晨，你心狠手辣，拿命来！轰然间，云阳丹圣的身上爆发出了恐怖绝伦的气息，股强大的杀伐之力直接向着叶晨碾压而来。众人想救时，已为时过晚。云阳，你敢！眼看叶晨就要陨落于此，突然，叶晨身上的玉佩微微闪烁，准地之威瞬间爆发，至强杀意直接碾压了云阳丹圣的恐怖攻击，直接打在了他的身上。快来救丹峰的师兄们！师兄们，对不起，此事因我而起，连累了你们。师弟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同为大道宗的弟子，那我们就是一家人。阁下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解释？叶晨此子心狠手辣，杀了我太上玄宗数位天才，你还让我解释？若不是柳如烟先对叶晨出手，叶晨岂会动手？你们太上玄宗之人，差点杀死我丹峰的弟子，怎么？你太上玄宗弟子的命就是命，我丹峰弟子的命就不是命吗？怎么？你们这是要仗势欺人吗？如烟乃是上古秦家秦萧的未婚妻，她现在濒临死亡，这都是拜叶晨所赐，此事绝不会到此为止。我丹峰弟子也是侥幸捡回来几条命。云阳，此事罪魁祸首就是你的弟子，他今日必须留下。
想要解释，有种就杀我。古月芳道友，此事的确事发突然，如今叶晨无事，丹峰弟子也只是受伤，此事要不从长计议。云阳道友要是今日在大道宗陨落，那么恐怕太上玄宗和秦家直接会对大道宗宣战的。宣战就宣战，我大道宗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古峰主，让他们走吧，日后我必杀柳如烟，为丹峰的师兄们报仇。哼，你们赶紧滚蛋！哼，什么狗屁炼丹交流大会，我太上玄宗从此退出，永不参加。诸位，你们的弟子还能继续吗？从此之后，恐怕再也没有炼丹交流大会了，那就继续吧。师父，这一次回去我一定好好反思，是我心思不够缜密了。我没有想到柳如烟竟然会突然对我出手，连累了众多师兄。先去参加比试，事后再议。谁会拔得头筹获得冠军呢？真是让人期待啊！嘿嘿嘿，我炼制出了地阶3品的引龙丹，我炼制的是地阶4品丹药补气丹。这一次，我突破了自己的极限，凝出了3道丹晕。地阶5品丹药，5道丹晕的和气丹，还可以马马虎虎。你就嘚瑟吧，耀欢欢的炼制的丹药，无论是品阶还是品质，都碾压了其他人，即使一些有200多年炼丹经验的老天才都比不上啊！地元丹、9枚丹药。什么？你们注意看，每一枚丹药之上都有丹晕，有一枚竟然是8道丹晕。失误了，本应该凝出9道丹晕的。这小子贼不要脸，这他妈的就装上了。下面我宣布此次比赛的最终成绩：第1名大道宗叶禅，第2名药家药欢欢，第3名药家药百玄。半地阶炼丹炉，圣王阶兽火1株，100万极品灵石，圣阶灵草100株。这小子真心让人羡慕，都有打劫这小子的冲动了，只可惜干不过他。叶晨这小子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激动？跟着陆玄装逼这一块倒是学得炉火纯青，看似表面毫无波澜，实则内心已经激动的跳脚了。叶晨获得炼丹比试第1，此事本来是很完美，只可惜叶晨的师傅是陆玄。叶晨肯定要在南荒扬名，16岁的地阶炼丹师，此事简直闻所未闻。不过到时候，陆玄的名声恐怕要更上一层楼。是啊，一直以来，其他霸主级势力都在调侃陆玄，这件事情之后，恐怕又是一阵唏嘘喽。叶彻，可否将那个前辈请出来见一面？恐怕不行，恕晚辈做不到啊。你这小子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机缘，未来的成就一定不可估量。都是我师傅教的好。叶晨这小子在什么时候都不忘捧自己一波，不错不错。陆玄，真是你教的吗？惭愧惭愧，我只是略微出手而已。陆玄，不要告诉我你会炼丹吧？略懂略懂。恕我等眼中，原来陆峰主还是个隐藏的炼丹高手啊，不如露一手。难道师傅真的要展现自己的实力了吗？廖老说师傅的炼丹造诣即使没有超越天阶，也在天阶的巅峰。师傅终于要震惊整个南荒了吗？那个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别人挖坑你就跳呀，你傻不傻呀你？别闹，算我求你。宗主都这么说了，那就算了吧。我这地阶炼丹造诣的确不太能拿得出手。百里道友，你这糟老头子坏得很啊！我只是虚心向学而已，莫见怪。师傅终究还是没有出手，可惜了。叶晨，你先把你师傅带回清玄峰吧。诸位前辈，晚辈告辞了。古月芳道友，我在离去之前，想和叶晨单独聊聊，可否？我也有这个打算。俺也一样。可以，那我等先行告退。叶晨这是要扬名南荒啊！说实话，让陆玄当叶晨和姬扶摇的师傅，反倒有出其不意的效果。这是他们背后有人指点，再加上叶晨和姬扶摇天赋逆天，和陆玄有个毛关系啊？那倒也是。师傅，多谢您的指点。如果没有您和药老，我也不可能在炼丹比试获得第1。这是你自己的努力，其实我也没有帮什么忙。陆峰主没有能亲眼目睹您炼丹，实在遗憾啊。若有机会，可否让我开开眼界？下次一定。我现在只是一个地阶炼丹师，若是在你面前展示，这不是班门弄斧吗？还得继续发育一波呀。师傅，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我想以修炼武刀为主。这3个月，我的主要精力在炼丹上面，没有太多时间修炼荒天诀。
可以，你自己好好安排即可。多谢师傅。有人来了。出去，我和叶晨有话要说。什么？这不是纯倒反天罡，分不清大小王了是吧？苍离长老，有话就在这里说吧，这是我师傅的地盘。那你跟我出去说。这家伙对我意见很大呀，这么看不起人啊！苍离长老，我希望你能对我师傅报以该有的尊重，否则请你离开。这个老六的徒弟过关斩将，拿下当道大会的段子，引众多老一辈炼丹师顶礼膜拜，而他这个做师尊的却被世人嫌弃，只因他实在太狗了。生存法则第1条，猥琐发育，别浪。今日各势力顶尖炼药师登门拜访请教，且看陆玄如何将无耻进行到底。叶彻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要和你交流一番。苍离长老，请说吧。为何你的炼丹手法中蕴含到鱼，且这种炼丹手法闻所未闻？莫非这个师傅告诉苍离长老也无妨。不过一个问题，100万极品灵石或者等价的至宝。你说什么？苍离长老可是云州的炼丹巨擘，区几百万极品灵石应该只是小意思吧？娄玄，你瞬间场中陷入了一片死寂，3人都无人出声，场面着实有些尴尬。乖徒儿，这些天你也累了，走吧，先去歇息着。这里面300万极品灵石，3个问题。哎呀，苍离长老太客气了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此时的苍离就像吃了翔一样的难受，心里憋屈的怒火无法发泄。而叶晨见到自己师傅收下了内戒，就开始为其解。很好，叶晨，我敢确定，你的背后绝对是一尊强大的丹帝。多好的一个苗子啊！怎么就跟了这样一个废物的师傅？这死老头走就走了，还不忘记踩自己一脚，不就是一点点灵石吗？至于吗？师傅，这些极品灵石您收着，你拿去用吧，我不需要这些玩意儿。可是娘们唧唧的，叫你拿着就拿着，这些东西对我一点用都没有。那好吧，多谢师傅。对了，一会肯定还有其他天阶炼丹师过来，到时候还是这个标准。一个问题，100万极品灵石。啊，好的，师傅。至此，一个纯情小男生此刻被带偏了，在无耻的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不多时，丹香子等人一一踏入了陆玄的住处。太无耻了，简直不要脸！这小子哪里学的这一套？好的不学既学坏的。其实，在他们炼丹师眼里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只是被恶心到了。而最后一位降临的就是药家，要百里。呀，这你的炼丹天赋很高，莫非你的父亲和母亲也都是炼丹师？药前辈，我母亲您还不了解吗？你母亲在这里，我不方便说。我师父知道这件事情。药百里，没想到是你这小子带队来大道宗。你是何人？药家药研。您是药研老祖，见过老祖。您已经失踪16年了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随即药研把当年事件的来龙去脉告知了药百里。老祖，怪不得10几年过去了，其他人魂灯熄灭，而你的魂灯未灭，但我们这一脉从未得到你的任何回信。百里前辈，我母亲现在怎么样了？你母亲要流离，还在罪过之中受罚。只怪我现在太弱了，不然可以救出母亲。晨儿，千万不要冲动。现在这局面已经是你母亲这一脉耗费了极大的代价换来的，你不可提前暴露，药家绝不允许倾城叶家存在。我知道了。老祖，你觉得当年是谁利用一脚大地震门将你们逼入荒谷禁区的？是圣子那一脉。在药家，圣子和圣女一脉向来不和。药琉璃作为圣女触犯了族规，圣子直接落井下石，甚至赶尽杀绝。但现在不同了，我们圣女一脉有了陆封主，陆封主若是出手，药家无人能挡，哪怕沉睡老祖齐出也挡不住。老祖是准帝，他都这么说了，看来陆玄远比想象中的可怕。陆封主，恕我眼中，我向您道歉。这些年南荒有不少人调侃您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那个无妨。百里前辈，我师父很低调，这些事情他不会放在心上的。以我师父的实力，若是真要清算，恐怕南荒要血流成河。原来这真是一尊大神，或许像陆玄这等强者早已超然物外，对外界根本就是不屑。还好，没办法了，我现在在他们心中可能都成了无敌的存在，只能硬着头皮装下去了。几人聊了许久，才相继离去。而此时的大道宗内都炸开了锅，都在议论黑马叶晨夺冠的事。叶晨师弟简直太恐怖了，一人秒杀太上玄宗时数名弟子，刘如烟要不是因为云阳丹圣出手，也香消玉殒了。不知不觉，
陆封主已经有2个弟子了，而且都是逆天的怪物。难道说陆封主教徒弟真有一套？有个屁！还不是因为叶晨和姬扶摇背后有护道者指点。陆封主嘛，连我都不如呢。哪个王八蛋又在骂我？人长得帅就这么遭人嫉妒吗？就在陆玄还在骂骂咧咧时，突然，恭喜宿主完成现实徒弟养成任务，下面发放任务奖励。大徒弟姬扶摇，扶摇皇朝女队长重修。2徒弟叶晨，废物逆袭，成就3、5双修。而这个老六直接逃了，只因他穿越觉醒经手指系统弟子修炼双倍。且看废材师尊如何逆袭。狗蛋呢？有什么好东西赶紧给哥拿出来瞧瞧。我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狗。我这么漂亮的小仙女，你怎么忍心叫这个名字？这怎么就哭上了？这名字不好听吗？在我们那个世界，这个名字多出名，你知道吗？哼，本仙女不与你计较。下面发布任务奖励，恭喜宿主完成现实徒弟养成任务，获得大量修为底蕴。这感觉不要太爽。恭喜宿主获得6星地兵，倒选铁锅。卧槽，好大一口锅！这是为了方便宿主做饭用的，以后用这个倒选铁锅做饭，可以将倒余韵融入饭菜之中。还有这等好东西，不错不错。这是清明天水，可以改善修炼者的肉体、神魂、道基、骨骼、岁月，可以说由内而外改造修炼者。这清明天水用来做饭倒是合适。不是说清明天水可以彻底改造修炼者的资质吗？为什么我什么感觉都没有？主要是宿主的体质太废了，就算喝再多的清明天水也未必有用。我这是先天修炼废体吗？本以为上天只是给我关上了窗，这他喵的是直接把门也焊死。5星地界杀阵，杀阵一旦布下，有人闯入会自动激活，宿主意念一动可秒杀5星大帝，持续时间3个时辰。那就布在清玄峰吧。导，想看看哪个幸运儿有此殊荣。恭喜宿主获得5星大帝体验卡1张。我现在有1张1星大帝卡和1张5星大帝卡，够我装逼2次了。扶摇接了一个3个月的宗门任务，现在已经过去了2个月，也不知道他的事情处理的如何了。陆玄，我听说你小子从不少天阶炼丹师手里搞来了修炼资源，也就几个圣兵和上千万的极品灵石吧，不值一提。这还叫不值一提？你这臭小子，能从苍离长老这种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手中夺来修炼资源，也是好本事。他们从叶晨那里得到的更多好吗？我还觉得吃亏了呢。对了，扶摇外出历练，可有传回来消息？没有。你的2个弟子若是有什么情况，你一定要及时告诉我。虽然他们背后都有护道者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尤其是叶晨现在和柳如烟已经结怨，日后让叶晨多一个心眼。我知道了。云阳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宗其他弟子呢？除了如烟，其他人都死了。是谁敢杀害我太上玄宗的弟子？大道宗弟子叶晨，给秦家传音吧。如烟命悬一线，已经被我封印了，爬升不了太久了。如烟重伤，还请尽快前往我太上玄宗。什么？何人胆敢对我秦家的未婚妻出手？就是那个叶晨，现在是大道宗的弟子。此事说来话长，等你们过来再说吧。是个废物叶晨，竟然对如烟下此狠手，简直找死！大道宗这是不将我太上玄宗放在眼里了吗？云阳丹圣把来龙去脉给众人解释了一番，当然隐去了自己是因为感悟叶晨炼丹手法，一时疏忽而造成惨剧。古月芳既然想将我留下，还让我给他们一个解释，简直岂有此理！我太上玄宗何曾受过如此凌辱？大道宗作为东道主，安敢仗势欺人？拜见元清子老祖，还请老祖出手救救如烟。老祖，还请无论如何都要救下如烟，我秦家可以不出任何代价。放心吧，有我在此，只要未死，皆可为其续命。你们都退下吧，留在这里只会影响我。这是哪里？我是死了吗？你们都进来吧。多谢前辈出手相助，我秦家感激不尽。如烟，你怎么样了？齐萧，你一定要帮我杀了叶晨，我要他死。大道宗，好，很好，以为我太上玄宗无人吗？
欺我秦家之人，必须付出血的代价。那便请秦山道友随我前往大道宗一趟。你们放心，叶晨必死，我会带着叶晨的头回来。袁青子道友，此番你想如何做？说说你的想法。我去拖着苍玄老儿他们，你暗中去清玄峰斩杀叶晨。对了，把陆玄也杀了，我忍他很久了。正有此意。师傅，大师姐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已经2个多月了。应该快了。你大师姐接了3个月的宗门任务，算算时间也差不多要回来了。我相信，等大师姐回来之后，看到玄铁锅和清明天水，一定会很惊讶。好了，干饭干饭，再不吃饭菜就凉了。快看，那是谁？好恐怖的气势！这是太上玄宗的老祖袁青子前辈。莫非是因为柳如烟之事而惊动了这个太上玄宗的帝境老祖？晚辈见过袁青子前辈，带我去见你宗门老祖。还请前辈随我来。袁青子道友，别来无恙，数千年不见，修为精进不少啊。那也不如你这垂钓悟道啊。秦山动手。喂，那个老头，你鬼鬼祟祟干嘛？陆玄，只能怪你命不好，送上门来，那也给我死吧！一个5星大帝，能不能要点脸？竟然搞暗杀！大道宗苍玄老狗，我恨啊！师傅，发生了什么？一个秦家的5星大帝想要杀你，一不小心被我秒了。5星大帝？舅舅就这么被师傅秒杀了？年轻一代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，我们这些老家伙就不要掺和了，如何？可以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你且说说看。在离开之前，我想见见叶晨。可以，我答应了。你带着袁青子去趟清玄峰。老祖，您不一同前往吗？带路吧，我还不至于对一个玄宗境小子出手。陆玄，准备一下，太上玄宗袁青子前辈要来看看叶晨。原来如此啊！袁青子这个狗东西和秦山2人联手，自己在明处，让秦山在暗处搞偷袭。秦山这蠢货完全是被当枪使了呀！想必是来确认下叶晨是否死了。一会要给他一个个大大的惊喜。老东西，看到我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陆玄，怎么跟前辈如此说话的？老东西，你是在找这个玩意儿吗？这是老祖，您快来！秦家老祖死在清玄峰了。袁青子，你胆子不小啊！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何请老鬼不去唱戏，真的是太可惜了呀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秦山出现在此，我也很诧异。此事我并不知情，这是秦家的个人行为，与我无关。你他喵的比我还不要脸啊！我可以帮忙去问问此事，不过想要个交代，你们还是去找秦家吧。告辞。陆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正如你们所想的，这个秦老狗要来杀叶晨，我就顺手解决了。可惜被袁青子这老东西逃了。你说是你杀的？你是要笑死我吗？那可是5星大帝南荒最顶尖的存在。陆玄，早在扶摇入宗的时候，我就猜测他背后有高人。这一次也多亏了那个道友替我向那位道友问好。我就不像个高手吗？还有柳如烟未死，居然没死，一定是袁青子出手救的。柳如烟的事情，你不必有任何负担。秦家和太上玄宗的老一辈自然不会对你下手，但他们的年轻一代恐怕已经盯上你了。那便干！叶晨不必有任何顾忌，该杀的杀，大道宗永远在你的身后。多谢宗主，多谢老祖。好一个苍玄老狗！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大道宗此事没完。在南荒流传的一句话：欲成丹道，必入药家。药家凭着最顶尖的丹道一直伫立于南荒之巅，而此时从来没有人能从药家头上拿走过第一。你们居然输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，你们太让我失望了。闻言，众人羞愧地低下脑袋。
药百里脸上一抽，大气不敢出，只能一言不发。这个叶晨有何来头？而且他的炼丹手法竟然如此玄妙。叶晨是青州之人，他的背后或许有一尊丹帝。丹帝吗？我要家也有丹帝，莫非叶晨的师尊是上古丹帝？这一次你们表现不佳，便罚你们闭关10年。是，老祖。老祖，我们许久没有给圣女送修炼资源了，要不我去一趟？可以，你去吧。百里长老，你来啦。琉璃，这次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你的儿子拜入大道宗，此次还拿下大会的冠军。随即药百里就把关于叶晨这些年经历的前前后后向药琉璃细细道来。我的孩子，你受苦了。琉璃，你的20年罪骨闭关还有4年时间，这段时间你的修炼也不要落下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晨儿，娘对不起你，现在你也有师傅了，你就跟着师傅好好修炼，等娘正帝之后，一定为你和你的父亲证明。不愧是我儿叶晨，竟然成了地阶炼丹师，给他足够的时间，必然可以踏入天阶炼丹室。晨儿是什么时候学会炼丹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只要有陆峰主在，我感觉一切的事都属于正常。那倒也是，不过我担心上古秦家和太上玄宗会报复我们叶家。这个倒是不必担心，上古秦家和太上玄宗都是南荒的霸主级势力，他们明面上不可能直接对我叶家出手，即使出手，陆峰主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对了，叶北辰老祖他们随着女帝陛下去了云州，现在可有传回来的消息？目前还没有收到消息，不过我叶家一众强者的魂灯壶命牌都完好无损，应该还没有发生什么意外。此时的姬扶摇带着众部下来到沧州苍城，此行的目的，醉仙楼。你弟陛下，我觉得魏延这厮就是在耍我们。什么情况？你弟陛下，此行我和青烟已经提前传音给魏延，魏延声称自己就在总部之中，谁知我和青烟今天带了信物去醉仙楼总部，那里的长老告诉我们，魏延去了柳城分部。可还有给魏延传音？我们已经给魏延传音了，这家伙说柳城分部临时有事情，让我们现在苍城等待，10日后他会返回苍城。10日是吗？好，那就再给他一个机会。遵命。魏延，10日后若是还有借口，那老子就宰了你。女帝陛下，有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叶晨获得了炼丹交流大会的第1名，力压药家和丹香宗的炼丹天才。叶晨现在已经是地阶炼丹师了，这才短短3个月，我这小师弟不错啊。不过想想也正常，毕竟在师傅的指导下，一切奇迹皆有可能。陆峰主真乃神人也，叶晨的天赋也很高。这次叶晨已经扬名珠玉了，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陆峰主还是一直被众人指指点点。这个倒是无妨，师傅就是个老六，他喜欢苟着，也不会在意这些的。许久不见，师傅你还好吗？师傅啊，我有点想你了呢。扶摇师妹，到现在的你是不是我的对手？柳轩师姐，你这是要去干什么？去清玄峰。有好戏看了，我们快跟上！快看，那是洛凌空师兄，他竟然突破了4重玄尊境。姬扶摇，我变强了，你呢？可别让我失望了。扶摇师妹，我已经卷土重来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炼体峰弟子，随我一同前往清玄峰。秦家世子秦霄与柳如烟在1个月后订婚。看得出来，这是发生了大道中那个变故之后，上古秦家不想再发生意外了。这次柳如烟已经坐实了未婚妻的名号，柳家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，无人敢轻视了。真是一人得道，全家升天。奇怪了，大道中叶晨杀了太上玄宗10几个天才炼丹师，难道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吗？这件事情怎么可能轻易过去？大宗之间已经不会轻易爆发战争了，但是仇隙已经结下了。我听说元清子前辈踏入了大道宗之中，也不知道和大道宗之间说了些什么。你们难道不知道，在过去的纪元里，大道宗和太上玄宗因为理念不合，爆发了宗门之战。那一战血流成河，流血飘橹，连大帝都陨落了几尊。只是后来
岁月流转，两宗选者暂时放下不和。大道经和太上经的理念冲突，一个要道和天地，一个要逆天而行，完全就是大道朝天。正所谓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师傅，我已经踏入玄宗境后期大圆满了。不错不错，继续努力。你们这是要攻打我清玄峰吗？陆峰主说笑了，我们只是来找姬扶摇师妹切磋的。切磋？扶摇不在清玄峰，他外出执行任务去了。柳轩师姐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2个多月前，我好像看见过姬扶摇师妹去任务殿领取任务，没想到2个多月都没有回来。那这位是我二徒弟。陆峰竟然又收了一个徒弟。师姐，这个叶晨师弟可不是省油的灯呀，前段时间丹道大会。叶晨师弟，这么说来，你以一己之力灭杀了10几个太上玄宗的弟子，想必魂魄力强大无比。师姐谬赞了，侥幸而已。扶摇师妹不在，不如你和我切磋一下。我的攻击是幻术，你的魂魄力强大，说不定可以破开我的幻境。好，等我吃完饭可以吗？那便等你。各位师兄也是找大师姐比试吧？大师姐不在，不如由我代替我大师姐，和你们都切磋一番如何？叶晨师弟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师兄，不要这么快下结论哦。我接了，不过我会全力出手。叶晨师弟，我也和你打。扶摇师妹不在，那就欺负一下你了，不然我心里痒痒的。哦，是吗？那还请师兄手下留情啊。就这样，周边密密麻麻的人围观他们陆玄2人吃饭，全然不顾难嘛。多人看着，吃着那叫一个狼吞虎咽。叶晨师弟，你好歹也是快要踏入玄尊境的人了，为何还不辟谷？师姐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吃饭对修炼帮助很大的。好好的一个苗子又被陆峰主带偏了，可惜。怎么吃的这么慢呀？我们缥缈峰的弟子从未等过一个人，我们的第一次给你了，你知道呢？能不能给我1炷香时间？好，非常好。众真传弟子此时心里一点也不急，只是他们手痒难耐了，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打人了。1炷香后，师傅，我一会儿再洗碗，要不然师兄师姐可能真的等不及了。去吧。那就开始吧。这是晨儿，你的修炼速度已经打破了倾城的记录。这一次的家族大会上，你可算是彻底扬名倾城了。父亲大人，你应该高兴才对，怎么哭了？父亲，我是喜极而泣。明天我会带你进入族地之中，让老祖为你洗精伐髓，到时候你的天赋将会进一步提升。叶晨已经废了，你身为族长要以家族为荣，而不是一味的把资源浪费在一个废物身上。废物就是废物，这叶家少族长的位置是我的了。抱歉，叶族长，我等无能为力，令公子是以后怕是无法修炼了。父亲，我已经恢复了，我现在是玄宗境后期大圆满了。晨儿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就知道我儿天纵之姿，老天有眼啊！哈哈哈。父亲，原来这半年经历了这么多，幻境终归是幻境，给我破！多谢师姐。叶晨师弟，我看到了你的精炼，你的魂魄力果然浩瀚无边。我输了，这一次也谢谢你，我已有所感悟，我先返回缥缈峰了。叶晨这小子的魂力果然恐怖，叶晨恐怕已经是我大道宗年轻一代魂力第1人。之前姬扶摇击败了柳轩，没想到叶晨同样做到了。叶晨师弟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赢了柳轩师妹，但现在轮到我和你之间的战斗了。我希望你能拿出全部的实力，我会全力以赴的，定不会让师兄失望。叶晨师弟，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太久了，在切磋之前，我必须说出来。师兄，但说无妨。叶晨师弟，我想说的是，你吃饭跟个娘们似的，磨磨唧唧的，答应我，以后要改。我操！好，那请师兄出手吧。方言师兄，把你们师兄抬回去吧。你们慢点，干了。方言师兄，不好意思，我用力大了一点。你这家伙下手真的重，哎呦，疼死我了。宗主，叶晨什么时候修炼了武道？我真不知道啊。陆玄什么也没有跟我说。
叶晨这小子藏得太深了，之前的炼丹造诣也隐而不发，然后在炼丹交流大会上震惊众人，现在又身负武道，这是要逆天啊！丹武双修吗？叶晨这小子我已经看不透了，陆玄一定是知道的，结果这师徒两人一直藏着，连我也防啊，真是可恶！叶晨师弟可有余力继续一战？若凌空师兄，请指教。之前在你没有击败方言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是对你有一些轻视的。现在你有接下我至强意剑的资格。哦，至强意剑。数个月前，我和你师姐姬扶摇一战，我使出我的至强意剑，可惜我败了。这数个月的闭关，我已有所感悟，我的剑道变得更强了。师兄，那请出手吧。我又败了，太妖孽了。凌空，先随我回去吧。竟然连洛凌空师兄也输了，叶晨师弟已经是我宗年轻一代第一人了。不，你忘了还有姬扶摇师妹。大道宗最强2个妖孽竟然都在清玄峰了，这太让人难以接受。诸位师兄，既然来了，要不继续切磋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可以一起上。我为叶晨，当镇压世间一切敌。你小子下手太重了，这是把我们当牲口碾压。各位师兄，不好意思，一时没收住手。你们今天的表现都很惊艳，所以我决定，今天参与切磋的真传弟子都可以踏入大道殿选取200万贡献值以内的一门功法或者一件灵兵，都散去吧，好好修炼。我操！宗主，你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宁死不从的。言归正传，陆玄，你身上的气运似乎越来越强盛了，甚至比叶晨的还要强盛。是吗？宗主这是闻出来的吗？看来宗主的鼻子果然好使。我是一宗之主，我应该大度，不与这死不要脸的计较。稳住，我能赢。清玄峰的这一切，仿佛从你执意要收姬扶摇为徒的那一刻开始悄悄转变。天地无极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现在想来，清玄圣人对你期望颇高，看来绝不是简单的机缘巧合。或许是吧。宗主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上古之气，青铜古殿出现了。青铜古殿是什么东东啊？青铜古殿乃是上古纪元的志气，已经10万年没有出现过了。每一次出现都预示着天地之变，南荒怕是要变天了。或许那些隐世不出的霸主级势力会慢慢出世。天地之变是何意？南荒这一方天地蕴含着诡秘晦涩的天地规则，天地之变意味着天地规则生变。根据典籍记录，每一次青铜古殿出现，南荒都会引来一个大事。今日南荒上古至宝青铜古殿出现，朱凌风即刻准备带领真传弟子前往青铜古殿出现之地。叶晨，随我来。陆玄，这一次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。我就不去打酱油了吧？你恐怕还不知道，这一次炼丹交流大会之后，你又在南荒出名了吧？你现在可是史上最强炼气期呢。师傅，要不你陪我去一下？那好吧。苍玄道友，别来无恙啊！元清子道友，可还安好？身上没少什么零件吧？哼，这就是叶晨吗？一场炼丹交流大会，直接名动南荒。你们大道宗出了一个炼丹天才啊！诸位道友过誉了。哎呦，这就是陆玄，陆峰主吗？真是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更胜闻名啊！10月更迭，一代新人胜旧人。如今陆玄陆峰主在南荒的名气，比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大。哈哈，这些老不死的，气煞我也！老子怎么说也有一张1星大帝卡和一张5星大帝卡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彼此，诸位诸位道友，你们好啊！一句道友把在场的一众老祖给整不会了，一个蝼蚁居然敢称呼他们道友，全部都惊呆了。哈哈哈哈！苍玄道友啊，陆玄很好啊！我早就说过了，陆玄和叶晨这2个师徒，叶晨不老实，陆玄不要脸，果然如此。哼！南荒戏称陆玄是史上最强炼气期，这家伙不会当真了吧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陆玄这个废物不仅修炼天赋垃圾，而且还没有脑子。
夫君，我的身子好痛。如烟，你怎么了？叶晨这个废物杀了我太上玄了15个师兄师姐，当时师兄师姐为了献身而死，他们死得好惨，明明应该死的人是我。师兄师姐明明可以逃过的，但是他们非要为我挡下伤害。我只记得他们临死前告诉我，让我要替他们报仇。柳如烟，你还真是好演技，佩服佩服。陆玄，你这个废物还当真以为自己是南荒的强者了？你有什么资格评价他人？这清玄峰的峰主是个脑残吧，简直给南荒人族丢脸！我呸！给我师父道歉，否则就把命留下吧。